猪九族套餐，猪九族套餐，吃了猪重八，神仙也要趴。乞丐、和尚、大脚女人与狗不得入内。你大逆不道！我要去报官！妈呀，快跑！多人疯了，竟敢公然侮辱圣上！要是被锦衣卫知道我们还在这庆祝，九条命都不够杀头了。是个黑影，这可是猪九族的大罪。他姓啥？不会和我同姓吧？老雪没了，跟他隔壁九族应该不包括邻居吧？不管了，赶紧关门歇业，回乡下躲几天。一阵骚乱后，书生跑去报官，路人避之不及，乐队丢下锣鼓就跑，生怕有人知道他们刚刚敲锣打鼓庆祝过。都别走啊！进来尝尝朱园长烤猪膘、烤猪肝、烤猪地，今天开业免费品尝啊！看着一哄而散的路人，虾仁满意的笑了。麻辣隔壁夺我家产，逐我出门，不认我这个家主，就给区30贯让，老子自生自灭，我活不活无所谓，我只要你们死，满门抄斩还不算，老子要九族一起陪葬。3天前，虾仁刚穿越大明，睁开眼睛就是父母双亡的灵堂。好消息，他是族里的嫡长子，而且生在地主之家，什么都不用做就能锦衣玉食。坏消息，3个叔叔联合族人夺了他的家产，给了他30贯，一脚踹出家门了事。谁成想，他前脚刚踏出家门，后脚作死系统就来了，只要直接或间接死于朱元璋之手，就能回到现代，还奖励1亿元软妹币，这可让他兴奋坏了。不就是求死吗？洪武朝想死还不简单？以朱元璋的性格，随便骂几句马皇后，一骂一个准，都不带犹豫的。那为何不直接当街辱骂，而是选择开饭店这种麻烦方式？主要是他怕直接辱骂，连见朱元璋的机会都没有。虾仁搬过一张椅子，坐在门口，坐等官府来抓。没过多久，那书生带着巨龙知县和衙役就上门了。街道上已经空无一人，沿街的店铺都是大门紧闭，所有人都躲在屋里，透过门缝观察外边的情况。嘿嘿，祖坟冒青烟，进步的机会来了。知县大人，就是他公然侮辱圣上，好大的胆子，你就不怕诛九族吗？废什么话，让朱元璋来见我。大胆，还敢在此叫嚣？来啊，给我绑了！慢着。我说了，让朱元璋来见我，不然我就死在你们面前。住手！这人绝对不能死在咱们手上，一定要由锦衣卫接手，不然咱们麻烦可就大了。衙役们也怕了，这可是朱九族大罪啊！真要死这，以锦衣卫的办事流程，他们这些人都得诏谕1日游，到时候是死是活可由不得他们。知县也是实在没想到，这人竟然会如此决绝，原以为轻松到手的进步机会，现在却可能变成分头行事。这哪是祖坟冒青烟，祖坟直接着了都不带这样。有话好好说，有什么冤情尽可与本官言明，本官为你做主。来，先把刀放下，千万不要走上不归路啊！别费心思了，不见到朱元璋，到时候我就说你们是我同党。同党！知县脸色一白，那书生更是瞪大了眼睛，自己瞎掺和这是干嘛？这下可好，成同党了。知县见事情脱离自己掌控，眼神一狠，看向一旁的捕头。捕头收到眼神，带着几人开始小心挪位，呈夹击之势向目标人物缓缓靠近，想要夺刀制服。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老子立马抹脖子！是。捕头一声令下，几名衙役猛地扑上前，他们在赌虾仁不敢自杀，结果是赌对了。可是嘿嘿哈后，混乱间，虾仁手上的菜刀在一名衙役冲撞下，不小心抹到大动脉，就很刚好。我尼玛！完了，失算了，不会开局就要完结撒花吧？快止血，捂住血脉，快啊！一通手忙脚乱后，虾仁完美倒在血泊中死了。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完了，全完了！你快带人封锁现场，沿街挨家挨户抄录目击者口供，将刚刚发生之事一五一十写清楚。快，你带人查明此人身份，控制相关人物，不能放跑任何一人。知县沉着冷静布置善后事宜，那书生则是偷偷一步步向后躲避。哪里走？将此人拿下，细细审问。睁开眼睛，竟然是穿越前的出租。等会儿，难道刚刚那是做梦？原来是在做梦啊！太好了，不过这梦也太真实了。任务失败，并非直接或间接死于朱元璋之手，而是死于衙役之手。奖励1000软妹币，1分钟后将传回大明，重新开始任务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什么？虾仁看着悬浮在空中的倒计时，总算清醒了。看着倒计时，虾仁久久没能回过神，一定还在做梦，梦中梦。快醒来！难道不是在做梦？虾仁又看向只剩33秒的倒计时，就在这时，手机传来短信提示声。不会吧？难道是100000软妹币到账了？不，这不是真的！我不要再回到古代。请宿主认清现实，抓紧时间带点现代物品回古代，还剩25秒。我尼玛！这下虾仁总算认清现实，赶紧起床四下看了看，带点什么好呢？直到这时，他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古代的衣服，也就是说，他可以从古代带回东西，在现代当古董卖。不对，如果说是肉身穿越回现代，可之前穿越古代时明明是魂穿，那现代的肉身哪去了？被系统回收了。现在开始，宿主只要在古代死亡，就能穿越回现代，直到完成任务，并最终一次被朱元璋杀死，才能真正回到现代。宿主请注意，还剩下7秒。如果想延长在现代的时间，可以花软妹币购买，1分钟1000软妹币。你干嘛不去抢？川普炒股都没你赚得多。话音落下，噗的一声，虾仁原地消失了。另一边的洪武15年，虾仁那边才过去1分钟，这边却已过去12个时辰。巨龙知县正向赶来的锦衣卫移交口供，交代事实，汇报昨日情况。就不好了，大人，虾仁的尸体突然消失了。什么？尸体消失了？怎么就消失了？你们没派人看着吗？小的们一直看着，可尸体就这么眼睁睁在小的们眼前凭空消失。凭空消失？不可能！巨龙知县，
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下官这就去看看。几位大人稍等片刻。不必了，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就是同党，杀人灭口，毁尸灭迹，聚荣居险，你很懂吗？不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同党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带走。不，这边巨龙知县在喊不的时候，饭馆内又是噗的一声，虾仁回到洪武15年，感觉身体强壮了一点，难道肉身穿越能提升体质？是的，每次穿越都是量子级别的身体重组，能消除宿主身上所有隐患。宿主现在处于绝对健康状态，请保持良好作息习惯。保持良好作息习惯。不存在的，你刚刚说死于衙役之手奖励1万软妹币，死于朱元璋之手奖励1亿，那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价位？是的，死于普通人之手奖励1万，死于普通官员之手奖励10万，死于4品以上官员之手奖励100万，死于勋爵掌权者之手奖励1000万，死于朱元璋之手奖励1亿。自杀没有奖励，没奖励鬼才玩自杀，有没有次数限制？100次，100次内宿主仍没完成任务，死亡后将不再复活。100次，我算洒，1分钟1万，10分钟10万，只要被某个勋爵杀了，就能获得1000分钟，也就是16个小时。16个小时可以干很多事了。理论上是这么计算的，只要宿主不怕疼就行。须知古代有很多种死法，毒酒、绞刑、砍头、凌迟、车裂、剥皮、腰斩、烹煮、油炸、满门抄斩、夷3族、诛9族、10族、11族、12族。停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哪种死法痛快。还有一点，宿主请注意，你需要完成被朱元璋杀死10次，才能彻底回到现代。什么10次？我尼玛，这是提高难度还是福利？好像有点不对劲。让朱元璋杀自己10次，也就是自己要在朱元璋面前复活10次，这能行吗？朱元璋不会看出点什么，最后不杀我了吧？这绝对不是什么福利，而是提高任务难度。不管如何，计划还得继续，必须要见到朱元璋才。川城大名地主的儿子本该一生无忧，结果父母双亡，家产被夺，被赶出家门，意外获得作死系统。你们不让我活，那9族就一起死吧！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亲眼看着你断气的。你什么你？滚开！别妨碍老子做生意！你就是公然侮辱皇家的虾仁，是又怎样？你们没资格问话，让朱元璋来见我。好胆，给我拿下！退后，赶过来，老子就自杀！拿下！妈的，有种杀了老子！一记寒光闪过，人头落地，虾仁再一次华丽嗝屁。与此同时，虾仁公然侮辱皇帝的事情迅速传来，传到了位于沟荣县城外的虾架，炸锅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小子开了个饭馆，公然辱骂圣上，他不要命了？不对，这是冲我们来的，他想用自己的死带走我们所有人啊！好一个借刀杀人，现在怎么办？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与马蹄声，众人尚未回过神来，便闻得砰的一响，虾家大门被人一脚踹开。虾架，你们的事发了，跟我们去教育走一趟，全部拿下。任务失败，并非直接或间接死于朱元璋之手，而是死于锦衣卫之手。奖励10万软妹币，倒计时1分钟开始。脑袋搬家的感觉太可怕，太真实了。这要是不能复活，不行，这才刚开始就用掉2次机会。虽然第2次死于锦衣卫之手，奖励了10万，可还是觉得有点亏，不能再鲁莽了，必须珍惜每一次被杀的机会。赶紧看看能带哪些东西回大明。在房间里四处翻找，先拿出一个背包，拿上穿越前刚买的2条白塔，然后是手机和充电宝，内裤也要带。古代的裤子都是真空的，家伙是晃晃荡荡，凉飕飕，不好。跑进厨房，提上一塑料袋土豆和半箱泡面。还剩18秒，妈的，1分钟也太短了，想下载点东西的时间都没有，要花1万购买1分钟吗？算了，这次先这样，等下次被大人物杀了再说。锦衣卫镇抚司，那锦衣卫百户已将有人侮辱圣上之事上报锦衣卫指挥使毛香。毛香看着卷宗，自动略过死而复生的内容，因为他不信，只当是巨荣县令脱罪的手段。这事就到此为止。陛下这段时间为皇长孙殿下的病情烦躁得很，咱们就别触眉头了。那虾仁的家人呢？咱们抄家，人交由刑部处理。是指挥使大人，出大事了！巨荣县那些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慌什么？指挥使大人，那虾仁的尸体又消失了，就这么在小的几人面前凭空消失。你说什么？不会真有死而复活之事吧？可我明明一刀将其枭首。立刻派人去那家饭馆蹲守，如果此人真有死而复生的能力，应该会在那里复活。虾仁，是我，还是那句话，让朱元璋来见我。毛香一愣，百闻不如一见。他原先是不相信有人会如此嚣张，只以为卷宗上是有人添油加醋，没想到这人竟真的如此豪横。带走！你是何人？能带我去见朱元璋？我是谁？等会儿你就会知道。回镇抚司，说吧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为何公然辱骂圣上？你就不怕诛9族吗？毛香把玩着从虾仁身上搜来的手机和打火
鸡，还有一包白塔，再次问道：这些又是什么东西？都说了让朱元璋来见我，在没见到那老壁灯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好胆，看来你是想试试赵玉的手段来啊！带下去，先走一遍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用刑，妈的，这么狠吗？就不能多避几句？慢着，我说就是，先松开我，再给我来点饭菜，我会一五一十将事情原委讲明。你去准备。快拉开他！手忙脚乱下，毛香的耳朵少了一块，虾仁却顺势拔出毛香腰间的佩刀，做事就要砍杀，杀是肯定杀不了的。这么多锦衣卫在场，结果很完美，他再一次华丽隔屏，死在乱刀之下。谁让你们杀他的？可是大人，他刚刚……大人，这下您可以亲自验证他是否能死而复生了。随我立刻返回就荣县。任务失败，并非直接或间接死于朱元璋之手，而是死于锦衣卫之手。奖励10万软妹币，倒计时1分钟开始。想见朱元璋就这么难吗？不管了，系统先来个5分钟。5分钟已经到账，已扣除宿主账户5万元。先网购，等下次回现代时再带走。虾仁打开电脑，开始疯狂网购，什么太阳能发电设备组、复合弩、各种书籍、各种消炎药、抗生素之类的，想到什么就买什么。就在这时，被乱刀砍死的虾仁尸体再次凭空消失在众人面前。消失了，真的凭空消失了。见鬼了，竟然真有此等诡异之事！天哪，难道不是在饭馆复活？鬼叫什么？过去多久时间？12个时辰。把我的东西还来。辖部县长，昨日实在下的无礼，还望县长不要怪罪。现在能带我去见朱元璋了？这怎么还要验证我的能力？不，在下只是想知道县长去见陛下所为何事。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少打听。在下这就带县长入宫，县长请。当天下午，一行人终于抵达皇宫，虾仁被单独留在一间小屋等候。毛香进入后宫禀报，没过多久，一小太监就来传话，说陛下召见。虾仁很激动，终于能见到朱元璋了。县长不是想见陛下吗？快随我上前觐见。反派死于话多，主角活于嘴遁。想要死在朱元璋手上，能动手就别瞎逼逼。说什么朝政弊端、朱元璋暴政之类的，将其激怒，那都是废话，很容易触发皇帝知人善用的被动技能。打死你个龟孙儿！砍了。毛香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死而复生，你让他复活个给咱瞧瞧。陛下容禀，臣确实亲眼见他被砍死，第二日又在勾龙县一处饭馆复活，臣和手下都能作证。你的意思是他需要1日时间才能复活？是，陛下只需随臣前往勾龙县一关，明日便可辨别真伪。也罢，咱就再信你一次，如果此人真能死而复生，那咱的大孙或许还有救。完成一次死于朱元璋之手，奖励1亿软妹币，请继续努力，倒计时1分钟开始。总算完成首杀，太不容易了，还差9次，加油努力，再接再厉。虾仁看向倒计时，这次他不打算再花钱买时间，继续网购就行。他又想到了一些可以在古代卖钱的东西，什么香皂、香水、玻璃制品、火锅料、种子之类的，全都下单。系统每次穿越都是量子级别的重组，那种子是不是也能恢复最佳状态？理论上是这样。虾仁边争分夺秒疯狂网购的同时，毛香带着朱元璋连夜赶到饭馆，这些都是虾仁带回来的。是的，陛下，都是和他一起凭空出现的，比如这个打火机。这拿来咱看看。朱元璋在那玩的不亦乐乎，毛香则是让人将背包和行李箱内的东西都倒出来。拉链不会开，没关系，直接用刀划开，然后一件件摆在地上。这又是何物？竟然是上等的琉璃，这么珍贵的琉璃瓶，里边这黑色液体又会是什么？陛下，您看看这些，这种亮晶晶的包装，上边的文字有点像咱大明文字，可笔画却精简了很多。还有这个土疙瘩和红色水果，都是大明没见过的作物，这些会不会就是仙界之物？仙界？你就这么笃定他是仙长？原本臣也是不信的，可虾仁就活生生在臣眼前复活，臣不得不信。那咱就在这等到明天，咱倒要看看尸体是如何消失，所谓的仙长又是怎么复活的。洪武15年这边时间1个时辰1个时辰流逝，虾仁则是1秒1秒飞速消耗。系统，现在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，我要带一些冰棍回大明，会不会融化？每次穿越都是量子级别的重组，不会融化的。那妥了，正好我前2天发现的一个点冰棍很优惠的平台，淘宝闪购，现在闪购冰节，冰品报好价，还给免运费。各种大牌冰棍、雪糕都有，配送速度非常快，到手还是帮硬的呢。淘宝闪购，点外卖更优惠。买冰品，我推荐淘宝闪购，现在我就下单。终于，时间来到饭馆开业时，虾仁被杀的时刻，毛香已经找到规律，知道大概是这个时间尸体会消失，就提前叫醒睡觉的朱元璋，一起见证奇迹。竟然真的消失了！陛下，快看，虾仁出现了，复活了，真的死而复生了。要过去吗，陛下？不急，那些东西都放归原处了吧？已经放好，很好，咱倒要看看他接下来要干什么。虾仁觉得朱元璋和毛香很可能就在附近观察，能不能再次激怒朱元璋，就看接下来的手段了。
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猪九族套餐免费试吃，招牌菜猪肉圆子炖獐子，里面特别加了猪膘肉和马大蹄调整口感，吃口猪头肉，鸿运当头。渐渐的，一些不明事宜的路人围了过来，免费试吃，谁都想占便宜。还看，这可是猪九族大罪，至少他千古留名了，不亏。我听说陈家地里的蚯蚓都给刨出来素着切。这人跟家里边到底有多大仇恨？都吵架了还不放过？难道真的是奔着九族去的？这可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，罪在深山有九族，知道罪是人间留不住。赶紧走吧，万一朝廷找不到他的九族，可能拿咱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充数。在一些知情人的提醒下，这些占便宜的在得知情况后，犹如避瘟神般撒丫子跑路。很快，店铺方圆3里再次变成无人区。就这么怕死吗？没的意思。好个仙长，他这是有恃无恐吗？陛下，臣觉得他似乎有意求死，会不会是在修炼什么功法，需要不断的死亡复活来增进功力？有点道理。不对，那他为何不招惹寻常百姓？反正都是死，那样岂不更简单些？会不会是因为陛下乃真龙天子，以陛下天子之躯斩杀他，他获得的好处会更多？有这种可能，不过这都只是推测，有点意思。咱倒要看看这个仙人要如何面对咱这个真龙天子。走，过去会上一会。陛下切不可靠的太监，臣怕他一见到陛下会再次抱起弑君，毕竟他是求死，弑君是最快的方式。咱是真不愿相信这样一个痞子会是仙长。来了，臭要饭的，这么多人围着，你在害怕什么？你今天要是不做出一道令咱满意的猪九族套餐，咱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虾仁心中又是一紧，他不怕死，可怕皮肉之苦啊！真要被朱元璋制住，连个自杀的机会都没有。再来个赵玉刑具套餐，那可就真的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虾仁低头思考对策。朱元璋看他这样一副模样，冷笑道：“怕了？怕个球！不就是猪九族套餐吗？等着，我现在就给你做。”说完，他跑回店里，拿出纸笔，当场写起菜单。毛香自认为自己没有危险，壮着胆子上前查看。这是菜谱？不，这哪是菜谱？这简直就是族谱，而且还是九族族谱，真让九族摸不着头脑。九族批发的是吧？这份菜单一旦呈上，九族不多呈现，那都是陛下心善，不带这么玩的。怎么，毛指挥使也想尝尝？不敢，多看一眼都是罪过。那你还看得这么认真？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老朱啊，你这锦衣卫指挥使的忠心有待商榷，建议你宰了换一个。咱让你做一道菜，你就写菜单了事。别急嘛，来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菜名。事先提醒你一句，别太上头，对身体不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这第一道菜叫猪元掌，产自凤阳，重八2八钱，所以简称猪重八，味道麻辣，又得名麻大脚。麻大脚听得懂吗？你只管继续说。可怜这麻大脚因脚大丢了性命，被我做成菜端上桌。还有这题上肥处叫猪膘，这膘只有英雄才配享用，叫做猪雄鹰。因这膘上花纹均匀通透，叫做猪云门，也可叫猪云通。此外，这题因烹饪前过凉水而口感格外脆爽，又被称为猪爽。还有这烤猪膘、烤猪肝、烤猪地，都是人间美味。臭和尚，你不点一份尝尝？朱元璋早已被气得胡子抖动，但他还在忍。虾仁见让这么能忍，只好继续作死。最后这道菜要着重介绍一下，是用3种山珍做的，分别是猪肉、原肉、獐肉，味道鲜美。猪的选择也有讲究，要选屠宰时拼死反抗、性情刚烈者，又叫猪刚，合乎要求的猪十分稀有，故寻得后往往称为猪珍。你看这些菜码还满意吗？从猪头到猪尾，煎炒烹炸不带重样。毛香那叫一个后悔啊！干嘛要招惹这位活阎王？早知道那时候直接杀了了事，全当不知道这位活阎王有死而复生的能力。现在倒好，听了不该听的，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吗？再看朱元璋，早已被气得全身发抖，脸上的肉、嘴角的胡子一颤一颤的。他还在忍。看来你跟你九族有大仇，想借咱之手一举杀光是吧？忘了告诉你，其实我也姓朱。你说九族内会不会包括你？大呆，妈的，你自己想死，安安静静死一边去，干嘛要拉上我们？造孽啊！你不就是求死吗？只要你答应咱一个条件，我可以如你所愿。你要体面，咱给你体面；你要是不想体面，咱就帮你体面。否则，咱不介意将你剁成肉泥，仔仔细细的剁碎成臊子，从脚底板往上纹丝豆腐，切法那么多，肥的瘦的分开的那种，让你在肉泥中和你的九族相见。妈的，360杀毒都没你杀的干净，真要被细细剁成臊子，那可遭老罪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答应老朱的条件再说。既然老朱你开口了，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说吧，什么事？进宫治好皇长孙。可我不会医术啊！那咱不管会不会是你的事，你要是治不好咱大孙，即便你能一次次死而复生，咱也能一次次将你抓回，细细剁成臊子。宿主请注意，激活医治猪雄鹰任务，完成任务奖励1000万。妈的，治好猪雄鹰岂不是更难死了？这个任务绝对不能完成，不然后边就更难死了。饭馆门口，朱元璋上了马车，毛香大手一挥，让人拿来绳子将他五花大绑。哎，这是干啥？我现在可是医治皇长孙的仙长，有你们这么对待仙长的吗？老朱，你出来说个话啊！给他一匹马就不用绑了。陛下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绑上稳妥。也罢，那就绑上吧。我去，这就完了。朱元璋，你到
到底管不管？朱元璋，你个昏君、暴君、毒夫！重新来到皇宫里的那个院落，虾仁被解绑了，但周围却是时刻戒备的4个锦衣卫，生怕让这个恐怖分子再次暴起刺杀皇帝。妹子，这次咱带了一个仙长，绝对能治好大孙，你就开门吧。成吧，雄鹰的病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你就不要再给雄鹰制造业障，牵连无辜之人了。这次不一样，这位仙长有死而复生的能力，即便治不好，咱也答应你不再滥杀无辜。死而复生，你会相信这些？咱亲眼所见，妹子，你就开门让他试试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咱大孙就这么死了吧？朱元璋，你有完没完？还治不治了？不治就放我离开，我还要回饭馆赚钱呢。你住口，赶紧进去医治。咱还是那句话，治好了什么要求咱都答应你，治不好你就等着生不如死吧。带进去。陛下身系国朝，不可冒险进入，还是在外边等候为好。小兄弟，我不管你有什么手段，尽管施展便是，治不治得好你都不必担心，我保你性命无忧。娘娘放心，我尽力而为。请吧。虾仁走上前，可那4个锦衣卫却如影随形，刀始终架在他脖子上。你们4个退下。可是娘娘，此人有刺杀陛下的前科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臣等必须时刻戒备，以保娘娘和皇长孙殿下安全。你说什么？他刺杀过陛下？这名锦衣卫将事情经过详细道出，可马皇后听后非但没怪罪，反而眼神渐渐发亮。竟然真有死而复生的能力，也就是说，他真有可能治好我的雄鹰。不敢说包治好，尽力而为。只不过这刀架在脖子上，我害怕啊！你们4个收起刀，一旁看着便是。娘娘，你先吃点早餐吧，我去看看皇长孙。小兄弟，这个挺不错的，在哪里买的？花不少钱吧？没多贵，我前2天发现的一个点早餐很优惠的平台，淘宝闪购。现在闪购有活动，早餐不能马虎，既要吃得好，又要省钱。淘宝闪购，点外卖更优惠。点早餐，我推荐淘宝闪购。行，我也去看看。既然都是要死，那就助我一臂之力，到时候我多烧点钱给你，你可不能怪我不回答，那就算你答应了。我家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刚刚还在观察病情的仙长，突然间竟然要掐死皇长孙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，直到马皇后一声尖叫：“快拉开他，快啊！”4个锦衣卫这才回过神，拼命想要拉开虾仁，可虾仁一心求死，肾上腺素上来了，哪是那么容易拉开？面目狰狞，死死掐着朱雄鹰的脖子，杀了他，快杀了他！某位仙长就这样再次死于乱刀之下，马皇后风也似的扑向床上的朱雄鹰，嘴里惊叫着痛哭，想要唤醒自己的大孙。太医这时候也反应了过来，赶紧上前手忙脚乱一阵忙活。与此同时，门外的朱元璋也听到屋内的动静，直接冲了进来。在看到倒在血泊中的虾仁尸体时，他立马知道肯定是虾仁又发疯了，想要借刺杀他大孙求死。想到这，他整个人都站不稳，晃晃悠悠就要跌倒。朱元璋疯了，抽出毛箱腰间的佩刀，冲着虾仁的尸体就是一通乱砍。可虾仁早已死透，砍成肉泥又能如何？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娘娘晕倒了。任务失败，并非直接或间接死于朱元璋之手，而是死于马秀英命令，奖励1000万软妹币，倒计时1分钟开始。死于马皇后的命令下，不亏。可接下来要怎么办？彻底得罪朱元璋和马皇后，再次复活后，两人可不会让我这个杀人凶手逍遥法外，而且想死都难，到时候真就不得好死了。不行，这次复活后必须从长计议，至少那饭馆是待不住了。可朱元璋肯定会派人守在饭店内，要怎么逃脱呢？难道真要生不如死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手枪看看能不能搞一把枪。这是哪里？你是什么人？你，朱雄鹰，你怎么在这？你是谁？我皇祖母呢？死于宿主之手的人都会随宿主回到现代，前提条件是宿主要同时死亡。1分钟时间一过，死于宿主之手的人会跟随宿主一起穿越回大明。还有这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宿主你也没问啊，时间还剩下30秒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喂，我问你话呢，这是哪里？你又是谁？疼不疼？你敢打我？我问你疼不疼？疼，别打我了。还剩12秒。我警告你啊，要是将我打你的事情说出去，到时候我每天赏你2巴掌。这还差不多。完成隐藏任务，治好朱雄鹰，奖励1000万软妹币。有一个隐藏任务，肯定还有第2个、第3个，是这样吗？系统？这个无法给出明确答复。隐藏任务随机解锁，系统秉持着改变历史有奖励的规律，会随机触发隐藏任务，完成任务奖励软妹币。尸体消失了，虾仁又复活了，快进去，给老子拿下！咱要一刀一刀活剐这畜生！皇祖父，大孙，你不是？你的病好了？好像是不难受了。刚刚醒来时出现在一个奇怪的房间，可转眼间又出现在这里。还有皇祖父，他刚刚打我，打了我2巴掌，皇祖父帮我报仇。我擦，你小子说话不算话！朱元璋这时哪里有功夫管什么2巴掌，抱着死而复生的朱雄鹰就是一阵痛哭，那叫一个老泪纵横。虾仁站在一旁，眼珠子滴溜溜直转，脚步慢慢向朱元璋靠近。站住，快
快制住他，他又要刺杀陛下。毛香绝对是被吓出经验了，第一时间发现虾仁的异常，刷刷刷几把刀就架在虾仁脖子上。朱元璋也终于回过神，擦干眼泪站起身，让人用最快的速度将大孙先送回皇宫，因为妹子还在皇宫伤心着呢。关键是大孙跟着复活，那皇宫里大孙尸体肯定也消失了。妹子要是发现大孙尸体突然不见，绝对要疯，所以一定要尽快将大孙送回。虾仁，虾仙掌在呢，老朱，说说吧，怎么感谢我？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无可奉告，除非你杀了我。你就这么想死在咱手上，到底是何目的？告诉你，你就杀我。可以考虑，就看你的答案能不能让咱满意。不满意，咱还是那句话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个老壁灯，我可是你大孙的救命恩人，你就是这么对待恩人的？是又如何？整个天下都是咱的，包括你。你真以为咱会认你这个救命恩人？很好，来啊，押入刑部大牢，跟他的九族关在一起。咱倒要看看他这个让九族全部被抓之人要如何面对九族的愤怒。老朱，不带你这么玩的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带下去。不要啊！朱元璋打道回宫，虾仁被毛香带到刑部大牢。刑部大牢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就有资格关在里面，不是贪污受贿的官员，就是大奸大恶之徒，能进来的几乎都是死的。虾仁被带着来到一个牢房前，里边关着满满一间犯人，连躺下的空间都没有，一个个只能蜷缩着坐在那，所有人都是眼神空洞，没有聚焦。虾仁，虾仁，虾仁。虾仁，我操你全家！你丫的想死一个人去死，干嘛拉我们一起？虾仁，我操你8辈祖宗！就因为我们赶你出家门，你就拉九族下手，你不得好死！哟，这不是二叔吗？啥时候进来的？这么快就过上食宿免费的日子了？骂的这么脏，这才几天没见，想我了？没事，二叔，过几天咱们还得一起砍头呢，有的是时间讲谈。押送虾仁前来的毛香和手下对视了一眼，活阎王，这活脱脱就是一尊活阎王，人家都要秋后问斩了。你丫的还再添一把火，死都不让人痛快。牢房里边，相对骂的比较少的虾仁三叔用杀人的目光紧盯着虾仁，很想冲上去跟虾仁同归于尽，只可惜隔了一道牢门，不然虾仁这时候绝对被分尸。虾仁，你他妈还是人吗？不就是夺了你家产，你干嘛辱骂圣上？你想死，他妈的别拉着我们！虾仁呐，我是你叔公嘛，你还记得吗？你3岁那年，我还捏过你小啾啾。捏过我小啾啾？那你死的不冤，一边待着去。别啊，就算你3位叔叔夺了你家产，你也不能这样。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咱们关起门来说，何必闹成这样？夺人家产在你嘴里似乎不算事儿，还关起门来说。当初老子被夺家产的时，你们这些老不死，干嘛不出来说句公道话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我活不活无所谓，我只要你们死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其他陈家族人见虾仁如此决绝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恨不得冲上去生吞活剥了虾仁。他们冲到牢门前，抓着栏杆，声嘶力竭，口水飞扬，唾沫横飞，出口成脏，含妈量极高。别吵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我的祖宗我奶奶祖奶奶也是你们的奶奶祖奶奶。你们这是乱伦，是不孝，是畜生！毛指挥使开门啊，不是让我和他们关在一起吗？先生，您这不是说笑吗？陛下只是吓吓你，总不能真让您被他们活撕了。诸位都看到了吧，我死不了，至于你们，嘿嘿，等着秋后问斩吧。既然老朱没想让我死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陛下是没想让你死，可也没说放你离开。刑长估计得在刑部大牢待一段时间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一间干净整洁的单间，也交代了刑部大牢管事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想要姚姐都给您送来。干净整洁，我看这间就不错，你让人清空，我就住这间了。还有，帮我在九族里找到我的贴身丫鬟，跟我关在一起，她叫小兰。没过多久，对面那间牢房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小兰也被送了过来。陈小兰6岁时就跟着虾仁，原主的记忆中，陈小兰是除他父母外唯一真心对他好的人。少爷，少爷，二老爷欺负我，让我坐在他大腿上给他喂葡萄，他还打我。不哭不哭，除了打你，他们有没有强迫你暖床？没有，这几天奴婢刚好来事，他们忌讳嫌弃，幸得保全清白。打断一条腿。毛香一个响指，几个凶神恶煞的狱卒拿出钥匙，狞笑着打开牢门。不要，别过来，不要啊！哈哈。少爷，咱们真的能安全出去吗？你几天没洗澡了？关起来这几天都没洗，而且无癖来世，污秽之物没能及时清理。来人，让毛香将我的背包和行李箱拿过来，再打1桶水，老子要洗澡。别想了，咱们只是小人物，听命行事便是。你去通知毛指挥使拿那什么行李箱和背包，你去打几桶水，再拿些椅子，估计那位是要洗漱。还有你去订1桌饭菜，按2贯1桌的标准，到时候找上面报销，就说是毛指挥使让安排的。几个狱卒迅速行动起来，没过多久，毛香就亲自将行李箱和背包送了过来，同时送来的还有一整套家具、被褥等生活用品。对面的9族牢房见状又不平衡了，好不容易才消停的群口相声再次上演。毛香一个响指，对面牢门就被打开了，被一群凶神恶煞的狱卒打开。嘿嘿，还好听着对面的惨叫，虾仁翻着自己的背包和行李箱。不对吧？我手机呢？还有土豆、番茄和内裤呢。有几样东西，陛下下旨让户部和工部拿去研究，这些不重要。告诉你件事，皇后娘娘又晕倒了，现在宫里一片混乱，陛下和太子都守在皇后娘娘跟前，朝政都没人处理。我估计过不了多久，
先长你就能出去了。你自己拉快帘子，洗干净身体，到时候方便伺候少爷我睡觉。少爷，你刚刚的意思是朱元璋那老壁灯还想让我救人，以我救皇长孙的那种方式救人？陛下就是纠结于此，毕竟先长的救人方式太过凶险，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到时候可就……那陛下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陛下和太子殿下现在正在详细询问皇长孙殿下，应该是要确认皇长孙殿下死而复生，没有安全隐患后，才能做出决定。你觉得我应该答应朱元璋那老壁灯吗？敢问先长，你有意求死，是不是在练什么功法？虾仁一愣，功法脑洞这么大吗？不过想想也是，自己求死的意愿太明显，他们想多了也合理，而且这个借口也不错，那就顺着对方的意思编造谎言便是。你倒是聪明，不过有些事我不能说得太透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懂否？懂，仙长乃世外高人，不，仙长是天上的仙人，不是我这等凡夫俗子所能打听的。可陛下那边，老朱那边你不用管，有问题让他自己来问我，就这样，你下去吧。我操你妈，这不公平！他才是辱骂圣上的始作俑者，为何还要优待？家人呐，你是不是跟指挥使大人有过？你一定会没事的吧？把叔公也救出去，你小时候叔公最疼你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？皇祖父，孙觉得可以。你闭嘴！你吼他干嘛？爹，娘的身体还没到要冒险的地步，儿子觉得还是保守点好。咱也知道其中的凶险，可雄鹰的例子就在眼前，如果不试试，以你娘现在的身子骨，怕是撑不了多久。重八，妹子，感觉怎么样？刚刚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，我愿意试试。雄鹰好不容易被那位仙长救活，我想多陪他几年。可这里边的风险……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寻常药石已经无效，现在只有相信那位仙长。重八啊，我真的想多活几年，看着雄鹰长大成人。行吧，咱这就让虾仁进宫。爹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他不就是想让我动手宰了他吗？现在正好，万一你娘活不过来，咱也算是手刃仇人了。传旨，招虾仁觐见。仙长，陛下做出决定了，快随我进宫。让朱元璋来。这个是陛下的口谕，仙长。仙长，您稍等，我给陛下打个电话说一下。毛香，你换苹果16了？仙长，没有，这是我在转上买的2手苹果15，才3300，就比新款16少了个拍照键，却便宜了2600，性价比超高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想买了。放心买吧，现在新款升级不大，买2手性价比更高，而且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他家平板也很不错，买靠谱的2手，我推荐转。毛香没法，只能回去如实禀报。嘿嘿，这下虾仁死定了，竟敢违抗圣旨！反正我们是必死无疑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能耐，竟敢口出狂言，还敢让圣上亲自来请，到时候怎么死了都不知道。去，不对劲，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？锦衣卫指挥使为何会对他如此客气？他又为何有恃无恐？难道圣上有什么把柄在他呢？万一他真有狂妄的资本，我们岂不是？你的意思是他会借题发挥？1个时辰后，朱元璋驾临刑部大牢。陛下，我家少爷说了，他睡觉的时候不能打扰，不然……来人，将虾仁押出来，用刑。咱倒要看看他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你敢？朱重八，你敢动我一下，老子即便被大刑弄死，也绝对不会帮你任何一次。说吧，有什么条件，咱都能满足你。什么？对面的九族震惊了，圣上怎么就服软了？这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，竟让皇帝说软话，还什么条件都能满足？我要他们生不如死，而且必须保证存活1年，这1年中每天都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陛下饶命，我们是无辜的，饶命陛下！都给我闭嘴！陛下面前还敢说话？就这，咱还以为你能提出什么要求，还有吗？当然还有，我可以救治皇后娘娘，只是我的救人手段需要你亲手杀了我，能办到吗？没问题，咱也是这么打算的。如果第2天你没能带回咱妹子，他将承受大牢里所有男人的鞭挞。陈小兰全身一颤，惊恐地看着自家少爷。虾仁沉默了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所以他爆发了，趁其不备，一把掐住距离牢门太近的朱元璋脖子，眼睛通红，青筋暴起，极度凶残。你个老壁灯，你还是男人吗？老子掐死你！虾仁突然爆发，所有人都像梦了，公然掐皇帝脖子。9族已经在这了，难道还要波及到10族、11族？太他妈吓人了！对面牢房内，9族也是彻底死心了。有这样一个族人，亲戚，他们觉得自己这辈子到此为止，不冤。快松手！好的很，没想到你小子也有软肋，这下就好办了。安抚并告别受惊的陈小兰后，虾仁被押送着登上一辆马车，由毛香亲自陪同。毛香仍是心有余悸，这小子太狠了，说动手就动手，太可怕了。虾仁则是坐在马车上闭目养神，他在为自己的失算懊恼，也为被朱元璋拿捏把柄思考对策。麻辣隔壁想要完成10次被朱元璋杀死的任务，估计是没戏了。既然很难实现彻底回到现代，那就好好在古代生活也不错，但也不能放弃每次激怒朱元璋的机会，前提条件是不能祸及家眷。女人，好看的女人，地位高，家族背景强大的女人，联姻徐妙锦，如果能睡了徐妙锦，傍上魏国公徐达，在
再让小兰跟徐妙锦成为姐妹，或者让徐达认下小兰当干女儿，到时候有魏国公府撑腰，朱元璋应该不敢做得太过分，好像也不大行。朱元璋想杀一个人，他才不管你什么身份，不管了，试试能不能行，反正也不要什么成本，关键是怎么搞定徐妙锦，必须好好计划一下。马车摇摇晃晃间驶入皇宫，虾仁再次驾临那个院子，黛玉依旧如故，4个锦衣卫刀架在他脖子上。朱元璋离得远远的，他是真的被搞怕了，靠近就要你命，换你受得了？关键他还不好杀了对方，不说现在为了救自家妹子，即便今后他也不想轻易对这样一个能死而复生的人动手，谁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阴谋？万一动手之人要付出什么代价，那他岂不是被他当刀使了？所以在没弄清楚情况前，绝不能轻易动手。朱标站在那，看到虾仁被4个锦衣卫制住的场景，有些懵逼，哪有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？咱准备好了，进去吧。急什么？这大晚上的，本仙长要先养精蓄锐，明天一早再说。你什么你就不怕我准备不足，一刀宰了你妹子，最后没法复活？找个房间让他睡觉，你们4个人就给我在一旁看着，带下去。老壁灯，对老子客气点，你家妹子的小命在我手上，记住了吗？老壁灯，朱标瞪大了眼睛，仙长都这么豪横吗？竟敢称呼父皇老壁灯，关键是父皇还忍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朱元璋爷仨早在马皇后房外等候，但却没人去叫醒还在睡觉的虾仁。既然都让他休息了，那就让他休息个够，免得到时候又有借口拖延。可这都日上3竿了，所谓仙长依旧没有出现。朱元璋努力压制自己的怒火，搁置朝政在这等了一个上午，这小子竟敢如此懈怠。爹，要不我去叫他？不必，反正都等这么久了，再等等。老朱，我肚子饿了。朱元璋似乎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么一招，挥挥手，几个宫女立刻端上来小米粥加咸菜，还有一个咸鸭蛋走上前。赶紧吃，吃完好上路。这位是大侄子吧？来，叫叔。朱标脸上一僵，看向自己老爹，可老爹没有表示，难不成真的要叫他叔？哥，我还想喝上次你给我的那种盒子。朱雄英这一声哥，差点没让虾仁噎着。妈的，老子让你爹喊我叔，你倒好，直接给我降了2倍。总算是看到这小子吃瘪，还是咱大尊给力。去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刀来！你要用刀？那不然呢？不行，不能用刀，也得让咱妹子走得没那么痛苦。那你说说，怎么个死法不痛苦？活活掐死、勒死，还是砸脑袋敲死？别这那的，这个我有经验，一刀捅进心脏最快，赶紧的。娘娘别怕，很快的，眼睛一闭一睁，这辈子就过去了。马皇后看了眼冒着寒光的小刀，紧张的看向一旁的朱元璋。朱元璋也提着刀，这是给虾仁准备的。别怕妹子，就1哆嗦的事，1天后咱们就又能相见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之前被掐死时虽然很难受，可醒来后身体却好了，你别怕。皇祖母不怕，你带雄鹰先下去。朱标带着朱雄鹰离开了，现场就只剩下3人，连那4个锦衣卫也被支走。动手吧！娘娘闭上眼睛，我带你飞。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。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衰减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买到就是赚到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事情进行得很顺利，小刀刺进马皇后心脏的同时，朱元璋带着无尽的恨意和怨气，一刀斩下虾仁的头颅。妹子，咱的妹子啊！重八。娘一家3口做着最后的诀别，一旁是身首分离的某位仙长。朱元璋嫌碍事，甚至还一脚踢开某位仙长死不瞑目的头颅。虾仁这时候大脑还有意识，嘴巴张了张，想骂人却发不出声音。妈的，人头落地的感觉是真不好受啊！恭喜宿主完成第2次死于朱元璋之手，奖励1亿软妹币，请继续努力。倒计时1分钟开始。马皇后呢？不会吧？失败了！系统不是说我亲手杀死的人会随我一起穿越吗？人呢？妈的，吓死老子了！怎么还有延迟？因为马秀英迟于宿主8秒死亡。原来如此，看来砍头确实是最快的死亡方式。这是阴曹地府吗？马大姐，感受下身体状态，是不是恢复了？竟然真的全好了，关节的酸痛、呼吸时胸口疼等毛病都不见了。都好了是吧？我有事要出门一趟，你是随我一起，还是在这待着？我跟仙长一起。系统，先来个30分钟。30分钟已到账，扣除宿主30万，余额2亿0803万2108.32元。虾仁穿着古装，就这么带着马皇后去往附近的快递驿站。马皇后坐在副驾驶，这里看看，那里摸摸，但她却没问东问西，而是安静地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。很快，皮卡车来到快递驿站。你在车里别出来，我去就回。虾仙长放心。虾仁点点头，下车用最快的速度跑进快递驿站，用了8分钟才将所有快递全部搬到皮卡车上，时间还剩下22分钟。按着之前在心里列的清单，直接开车冲向距离最近的五金交电市场。几天没见，虾经理玩上汉服了，新来点什么？今儿赶时间，麻利点。好嘞，各种五金工具、电线、电缆、电灯、开关、马桶。车行驶在五金城内各家店铺，看中什么就买什么，不讲价，看上就搬，扫码付钱，走人。虾仁不敢耽搁，来到一处没有摄像头的小巷。时间还剩下12秒，好险，总算是赶上了。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消失，那就太炸裂了，绝对能上新闻头条。虾仙长，这里是仙界吗？你可以当这里是仙界，我创造出来的仙界。真是如此，信不信由你。那我们该怎么回大明？时间一到就能回，马上。
虾仙长，你不仅救活咱大孙，现在又救活我，无论你先是神，都是我马秀英的恩人。我知道陛下不喜欢你，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我马秀英还活着一天，陛下绝对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抓稳了！要发生什么？干嘛要抓稳？我勒个去，我没看错吧？刚刚是不是有辆皮卡车凭空消失了？你丫的，才通宵一宿就产生幻觉，肾虚吧你？赶紧走，再晚胡辣汤和水煎包就卖完了。爹，你不是说时间差不多了吗？怎么还没动静？朱标见自己老爹没反应，心中不由一沉，对着地上脑袋和脖子缝合在一起的虾仁尸体踹了一脚。朱雄英躲在一旁，看看爷爷，又看看爹，不敢说话。包厢则是四处张望。作为见证虾仁死而复生次数最多的人，他觉得不会出现意外。就在这时，朱元璋怀里一松，马皇后的尸体眨眼间凭空消失不见。消失了，妹子，你回来了吗？妹子，娘，皇祖母。一声巨响过后，皮卡车压塌了朱元璋身前的桌子，好险！擦着朱元璋的脸下坠，再近点，朱元璋绝对破相。重八，妹子，妹子回来了，咱的妹子复活了。只要是我保持接触的东西，都能带回古代。宿主别多想，要属于你的才能带回大明，接不接触无所谓。那是不是说我去买套房子也能带回大明？理论上是这样。下次回去就买房子，不对，是买别墅。好像也不行，每次复活都在这个饭馆。大庭广众下突然间出现一栋别墅，砸坏周围建筑还是小事，怎么解释别墅的出现却是个难题？就不能换个复活点吗？可以，宿主可以指定复活点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宿主没问啊。差不多行了，还不快让人把我家丫鬟放出来！妈的，过河拆桥是不是？吃饱了就骂厨子是不是？信不信老子跟你们？你干嘛？我的虾仙长啊，陛下和娘的好不容易重聚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说得轻巧，他们是团聚了，老子的丫鬟还在牢里受苦呢。虾仙长，请看那边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小兰，少爷。好了好了，牢里边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倒是没有，奴婢一觉睡到天亮，就被人带到这里。妈的，谁乱动老子座驾？少爷，要不您跟陛下说话还是客气点，奴婢有点害怕。怕他干嘛？少爷，我是皇家救命恩人，朱元璋这个老壁灯不敢对我怎样。是吗？咋地？想过河拆桥是吧？是又怎样？马大姐，你家男人要害我，快出来救命！最后多说一句，瓜子9万9就能买特斯拉，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好好说话，别老吓唬虾仙长。虾仙长，你不仅救活咱大孙，还让我死而复生，这是天大的功劳。所以虾仙长尽可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对你怎么样，包括陛下在内。你说对吧，陛下？虾仙长，陛下答应你什么我不管，我这里也无条件答应你2件事，以报答您2次救命之恩。马大姐，不，皇后娘娘，既然您都开口了，那我的第一个要求是收小兰为义女。不行，咱不同意，这小子不怀好意，妹子千万别答应他。咋的？老娘收个义女你也要管，一边待着去。小兰是吗？过来跪下。看着小兰正式行跪拜之礼，认马皇后为义母后，虾仁开心的笑了。有马皇后保护小兰，朱元璋这老壁灯绝对不敢再对小兰动手，算是解决后顾之忧了。刚刚是谁动我座驾的？没听过不问自取是为偷的道理吗？还皇家呢，一点礼数都不懂，看什么看？说的就是你这老壁灯。身为大家长，连孩子都教育不好，我要是你，立马找块豆腐一头撞死，还有脸在这吹胡子瞪眼，丢人现眼。呀，咱受不了！来啊，拿下，赶紧拿下，咱要将其剁成肉泥！来啊，你要是不把我剁成肉泥，你就是小狗！你还愣着干嘛？咱的旨意不管用了吗？好家伙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视频突然就卡住了，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影响观看体验了。看来是时候换个手机了。最近我发现转转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我那台华为 Mate 60 Pro 叫转转上门回收，还卖了3200多。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，像平板、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、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。转转都能回收，总之二手回收，我推荐转转。妈呀，好吓人！朱元璋，我的话是不是不管用了？还是说你后悔我死而复生？用不用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？可是妹子，他刚刚骂咱，还骂得那么难听，咱身为皇帝，总得维护皇帝威严吧？虾仙长骂错了吗？谁让你乱动虾仙长的座驾了？咱没有，是雄鹰动的。那也是你的责任。正如虾仙长所说，你身为大家长，雄鹰做错事你就该制止，可你没有，还在这大呼小叫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太子，这是你的错，还不快向你娘认错？朱标一脸懵逼，可出门在外，老爹的威严必须维护，就很听话的向马皇后认错了。娘娘，小心门槛，小兰扶着你娘一点啊！咱忍。父王，走，咱们也进去。喝吧，很甜的。虾仙长，再给我开一罐，冰冰凉凉的，我爱喝。给咱也来一罐。你谁啊？干嘛进我家里？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！虾仙长，
我知道你们间有矛盾，给我个面子，咱们就别吵了，好吗？马皇后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虾仁心不甘情不愿地递过一罐雪碧给朱元璋，特意摇晃过的那种，然后当着正在的面当场打开另一罐。学会了吧？学会了就自己打开。朱元璋握着冰冰凉凉的雪碧，心中怨气消散大半，学着虾仁的样子打开拉环。哎呀，咋回事？怎么到咱手里就这样了？是你小子搞鬼，妹子，你自己看看，咱都不跟他计较了，他去捉弄咱，这次算是他无礼吧？虾仙长，你也真是的，就不能好好相处吗？最后一次，娘娘，那咱们间就算扯平了。今后我管你叫老朱，你管我，你爱叫啥叫啥，如何？可以，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。你捅咱妹子一刀，咱砍了你脑袋，那此事就到此为止。行，一言为定。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？比如说，两人现在都是憋着气，握着手在那暗暗较劲，看谁手劲大。行了，都松手。说说吧，这车子咋回事？你喜欢？怎么要送给咱？送是不可能送的，但可以卖。卖多少钱？什么1万贯？1万贯，原本只想要1000贯。好家伙，老朱这么豪横的吗？洪武年间不是缺钱吗？看着也不缺啊。不行，不能露怯，这钱不要白不要。咋地？嫌贵可以不要？1万就1万，等会儿咱就让人送宝钞过来。打住！谁要你那破纸片？我要银子，等价的黄金也可以。你皇祖父，孙想要铁皮车子。刚刚他朱元璋已经在自家妹子那大概了解到，这是辆不用马车就能自己动的车子，也了解了所谓仙界的大致情况。朱元璋心里虽然不信什么狗屁仙界，但在没弄清楚情况前，他不打算多问，免得又受气。虾仁自己坐到车内，启动车子，随着排气管一阵黑烟升腾，蹲在车后的朱雄鹰被吓了一跳。朱元璋和朱标也是小小惊喜。轰轰轰！虾仁空踩了几脚油门，挂档，松离合，走你！轰！皮卡车的轮子撵着门槛，直接冲出饭馆，一个漂亮的甩尾，稳稳停在街面上。这1万贯银子咱掏了，快下来咱试试。那不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那总得先验验货吧？愣着干嘛？上车啊！虾仁开着车，带着大明开国皇帝和他的继任者们一溜烟冲了出去。快跟上陛下，等等我们！喇叭一直在响，路人们惊惧躲避，站在街边好奇打量这台造型怪异的铁皮车子，指指点点。爷仨则是兴奋地挪动着屁股，和马皇后第一次坐车时一样，看看这，摸摸那。咱大概知道怎么驾驶了，你下来，咱们换换。那不行，这里人多，万一撞到人咋办？也是，那你赶紧开出城，城外官道上人少。好了，这里人少了，换咱试试。急什么？再往外开点，这里还是人多。其实路上根本就没多少人，但虾仁想借机寻找风水宝地，为自己的现代别墅寻找落脚点。咋开始来着？你不是学会了吗？先踩左边那个踏板，然后将这个棍棍推到左前方。你瞅瞅，还没一个孩子机灵。老了，记性不大好，还是咱家大孙厉害。对了，然后挂档，左脚慢慢松开左边那个踏板。对了，右脚轻踩油门，然后目视前方，把好方向盘。哎！经过半个时辰左右的练习，朱元璋总算能正常移荡行驶，不熄火。体验时间到，想要继续给钱。哼，朱元璋正在兴头上，哪里能同意？直接挂上2档，就要加快速度。咋地？想赖账不成？嘿，是又怎样？现在方向盘在咱手上。咦，怎么又熄火了？虾仁拔出钥匙揣进怀里，下车！老子就知道你这老壁灯不讲信用。你速去调1万两白银过来，要快。分支。回过头，朱元璋打算回到副驾驶，可虾仁刚上车，轰的一脚油门就这么开走了。喂，咱没上车呢，咱还没上车啊。最后，车和朱元璋前后脚回到饭馆，朱元璋是骑马回来的，一脸不爽。回来了，重八，差不多该回宫了。你跟彪儿一起出宫这么久，别耽搁了朝政。彪儿，你先回宫处理政务。朱彪能说什么呢？行礼后先行离开了。这些都是啥？很贵，我劝你别问，问了也买不起。你行，算你狠，那咱看看总可以吧？看一眼也要收钱。你他娘的！你们别吵了，两个大男人整日拌嘴，丢不丢人？虾仙长，娘娘叫我小虾即可。小虾，我答应你的第2件事想好了吗？没想好，先存着。倒是鸡贼，那就先存着，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告诉我。重八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不急，咱想开铁皮车回去，等毛香送钱来。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衰减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买到就是赚到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没过多久，毛香带着6个箱子回来了。钥匙拿来。急什么？我还没清点呢。小兰，点银子。一番仔细清点后，钥匙和皮卡车就归朱元璋所有了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咱们2清了。之后你是撞死人还是开坏车子，都不关我的事，别到时候找我麻烦。这车子还会坏？
废话，你的马车不用维修保养吗？马匹不用吃草料刷毛吗？意思是车子万一坏了，还得你来修？修一次100两，而且不保证能修好。朱元璋脸上一沉，觉得自己又被坑了。可皮卡车就在外边，他真的很想体验驾驶的乐趣。妈的，不管了，先爽了再说。走，妹子，咱带你兜风。娘娘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建议你还是坐马车，别到时候兜风不成，还被你家男人带沟里。我还是坐马车为好。朱元璋那叫一个气啊！大袖一挥，大步一迈，不带走一丝云彩，却留下一团尾气。陛下，陛下，等等臣坐您旁边，随时护驾。朱元璋带着人离开了。马皇后跟陈小兰交代几句后，也登上马车离开了。总算是送走了。少爷，这么多银子，咱们就2个人，要是被歹人发现就危险了。先搬到内院藏好。花了半个时辰，终于将所有东西藏好。可虾仁还是有种不安全感。走，去牙行看看。少爷要买家丁护卫。是啊，总不能就咱们2个人吧。少爷，奴婢觉得生人不如熟人，与其去牙行买些不知根脚的陌生人，还不如去咱们原先的庄子挑选知根知底的佃户来得稳妥。也对，我记得小兰你还有个哥哥吧？哦，是的，少爷，奴婢哥哥在庄子里还算说得上话，找人的事交给他最为妥当。行，带上200两，咱们这就出发。东家不是被抄家了吗？小兰怎么会出现在这？难道九族不包含丫鬟？你不要命了，还喊东家呢？呸，喊顺口了。小兰应该是往他哥的家走，咱们过去瞧瞧怎么回事。小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被……嫂子，不对，赵东家不是公然辱骂圣上的元凶吗？他怎么被放出来了？小声点，别乱喊少东家了。咱们现在种的地是曹平的，可少爷他……就在这时，听闻消息的陈小兰哥哥陈大壮冲开人群跑了过来。少东家，哥，行了，先进去再说。少东家发话，陈大壮立马招呼村民散去，然后恭敬地迎少东家进家门。经过一阵回忆往事，虾仁这才了解到，原来当初兄妹俩还未成年就死了爹娘。要不是虾仁这个纨绔子弟在乡间游手好闲时看上陈小兰，收做贴身丫鬟，兄妹俩可能就被饿死了。虾仁记忆中确实有这段模糊的记忆，记得当时就给了5两银子，没想到却改变了兄妹俩的生活。了解事情大概经过后，陈小兰也跟陈大壮大概说了虾仁现在的境况和此番前来的目的。陈大壮震惊地看着虾仁，救活皇长孙和皇后的皇家大恩人，这可是天大的富贵啊！少爷与我兄妹2人有救命之恩，即便此番遭逢大难，少爷亦未忘记救出小兰，大恩大德，小人无以为报，唯有用余生回报您的恩德。别动不动就下跪，起来说话。谢少爷，少爷需家丁护卫，小人定当竭尽所能为您遴选出忠厚老实的农家壮丁，不知少爷想要几人？先挑10个，这是100两银子，不够再向我要。哪能用得了这么多？1月给的300-500文，有的是人挣破头皮来抢这份工。哥，少爷不是要雇佣家丁，是要签卖身契的那种。原来如此，重点能养活自己，没什么人愿意卖身为奴，确实需要费一些钱财才能招揽到人，可以用不了100两。那你就帮着再挑选些丫鬟、老妈子之类的，后宅用得到。小的明白了。翠花还没做饭吧？赶紧杀只鸡，要那只大公鸡。少爷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咱们得好好招待。哎，我这就去杀鸡，少爷稍等片刻。饭就不吃了，我们还有事。小兰，走。当家的，少爷他走远了。少爷真是咱们家的贵人啊！当家的，小兰进入陈家这么久，似乎还是完璧之身。少爷他该不会身体有什么毛病吧？应该是了。少爷今年应该有23了吧？其他公子哥到了这个年纪，不说娶了多少房小妾，怎么都有个后了。可少爷却一直未成婚，老爷夫人还在世时，虽然一直张罗婚事，可好像都被少爷拒绝了。难道是那方面有问题？我估计也是。可少爷还是让你张罗丫鬟之事，这又是为何？不管如何，这丫鬟绝对不能选漂亮的，顶多长相不丑便可，免得到时候与小兰争宠。对，我看少爷对小兰挺好，可万一有那么1-2个漂亮丫鬟入后宅，以小兰单纯的性子，大概率斗不过人家。小兰，你知道这块地属于哪家的吗？这一大片都是曹国公府的地，河对面是礼部侍郎家的。你说这片是曹国公府的？是啊，少爷要是想要这片地的话，应该花不了多少钱。离河边太近，每年雨季都会淹没一部分，不适合种植。但远离河边的那一半可能会贵点，毕竟是靠近河边的水浇地。那如果全部买下来，是不是能折中？应该可以，可曹国公府权势滔天，就怕他们不卖呀。卖不卖可由不得他们。曹国公李文忠，大明战神李景龙，嘿，有目标了。最后多说一句，8字9万9就能买特斯拉，买2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少爷，咱们没有勤俭拜帖之类的，怕是进不去曹国公府。要什么拜帖？看我的！你别跟来，就在这看着。不好了，曹国公李文忠要造反了！快来瞧，快来看啊！李文忠因不满陛下剥夺兵权，伙同李善长、朱亮祖等人要造反了。这一嗓子下去，直接将街边路过的行人吸引过来，围在曹国公府外指指点点。与此同时，曹国公府内的门房也听到外边的喧嚣，差点没吓尿了。
赶紧招呼人手开门制住这满口喷粪之人。大胆，竟敢当街污蔑曹国公、韩国公等开国功臣，给我拿下！然后虾仁就被拿下了，就这么轻而易举进府内。陈小兰躲在一旁，瞪大眼睛捂着嘴，就这么看着自家少爷被抓进去，一脸担心。啥情况？这是何人？小公爷，此人在府门外宣扬公爷要造反，小的们将其拿下，听候公爷发落。好家伙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视频突然就卡住了，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影响观看体验了。看来是时候换个手机了。最近我发现转转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我那台华为 Mate 60 Pro 叫转转上门回收，还卖了3200多。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，像平板、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、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，转转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，我推荐转转。你说什么造反？那你们押解府里干嘛？直接送官！这一进门可就是黄泥巴掉裤裆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哎呀，是小的们没想到这茬，小的这就送去官府。来都来了，先问问啥情况？你到底是何人？为何要陷害曹国公府？你爹快死了！你爹才快死了！妈的，长嘴，给老子长嘴！我能治你爹的病，不然他活不过今年。松开他，让他说清楚。皇长孙病重之事，你听说了吧？与你公然造谣陷害我曹国公府有何关系？我治好的。你治好的？不对，皇长孙好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信你可以派人进宫问问。皇宫其实随便什么人想进就能进的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刚刚说能治我爹的病，如何证明？证明不了，你可以不信，但这是你爹最后的机会，没有我，曹国公必死无疑。先带他下去，我进宫一趟。哎呦，我的虾仙长啊，这才一日不见，你怎么就闹出这么大动静？要不是我刚好路过，这事情可就闹大了。虾仙长，毛指挥使认识此人，见过小公爷，误会都是误会，先放了虾仙长。可他刚刚造谣我曹国公府造反，这可是诬告造反啊！不说清楚，恕我无法从命。他连陛下都敢骂，诬告一下曹国公都算是小意思。他敢骂陛下，何止是骂，还刺杀陛下呢？可你看他现在仍然安然无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治好皇长孙和皇后娘娘的贵人啊！你确定？那还有假？我亲眼所见。刚刚不知贵人当面得罪了，还望仙长救救家父。现在不追究，我造谣知罪了。虾仙长，小公爷是陛下最疼爱的外甥孙，都是自己人，咱就不要开玩笑了。行，既然都是自己人，那我就有话直说。李景龙给我曹国公在句容县的那块地，我就答应你治好你爹。与此同时，朱元璋也回到皇宫。不错，这车子真是不错。马皇后朱雄英因为乘坐马车，先于皮卡车抵达皇宫。这时候见皮卡车回来，朱雄英第一时间跑上前讨要。去，这可不是玩具，这是战场大杀器。皇祖府明天就要开去公布，试试能不能仿造出来，可不能在咱们手上玩坏了。雄英乖，咱们不玩这个，过段时间我让虾仁给你带点新玩意儿，行吗？皇祖母说话算话。是，皇祖母何曾骗过你？朱雄英被宫女带下去了。朱元璋让人去叫朱标过来，一家三口有事商量。书房内，三人围坐在一起，听着马皇后细细讲述死后的事件。按娘所说，那方世界绝对不是阴曹地府或是虾仁所谓的仙界，儿子觉得倒像另一个人间。那车子里边咱看过，有类似火牛的装置，却比火牛不知先进多少倍。以大明现有的技术，或许再过100年都造不出来。再过100年，爹，您觉得那方世界会不会就是几百年后的世界？简化的文字，类似的语言，先进的设施，宽阔的马路，马路上行驶的铁皮车子，还有同样有开店做生意的百姓，这一切都能说明那只是一个相比于大明先进许多的社会。至于虾仁此人，会不会就是几百年后的人？还真有这种可能。妹子，你亲身体验过，你觉得如何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也能解释虾仁为何要一直求死。或许死亡就是沟通未来和现在的唯一方式。那虾仁为何非要借爹的手杀死自己？这里边又有什么说法？不管如何，咱们不能再轻易斩杀虾仁这小子，咱就怕这里边有什么阴谋。爹说的没错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咱们不能再动手。万一哪次杀了后一去不复返，对大明来说也是损失。比如这次他拉回来的那些东西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之物。可他不回未来，怎么继续给我们带回未来世界的好东西？是情况的，咱觉得虾仁那小子绝对不会罢手，肯定还会搞事情。彪儿，等会儿你给毛请下旨，让锦衣卫12时辰不间断监视虾仁，一发现有异动，立马制止。儿臣遵旨。也别太过分，毕竟他是咱们的救命恩人，至少现在看来，他对大明没有恶意，能善待尽量善待吧。来呀，去拿地契。倒是个孝子，不错。虾仙长过奖了，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治病。不急，得先拿到地再说。仙长的意思是先过户。对了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，陛下跟我交易也得这样。行，那咱们抓紧时间去应天府过户。1个时辰后，那块地终于来到虾仁名下，拿着属于自己的地契仔细看了看，没错，是自己的名字。接下来就该设定新的复活点，上马车溜。虾仙长不是说拿到的后医治家父吗？急什么？你爹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而且我也要准备药材之类的东西，明天就给你爹治病。可是您地契都拿走了，万一……小公爷，你还是顺着他点，他可是一不顺心就要刺杀陛下的疯子，连死都不怕。万一到时候他提刀要杀你，你该如何应对？这么玄乎吗？我怎么就不太信呢？不信你试试。另一边，虾仁收好地契，拍拍屁股就要坐马车离开。李景龙伸了伸手想了安，
可最终还是放弃了。他亲自跟了上去，带着几名家丁骑马跟在虾人乘坐的马车后。至于毛香，只是留下几名锦衣卫暗中跟随，自己跑去皇宫禀报情况。没过多久，虾人来到已经属于自己的地皮。小兰，今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家，我要在这建一座大宅子，春暖花开，面朝大河，再修建一个游泳池，安装发电机和监控设备。我看锦衣卫还怎么监视我。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衰减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买到就是赚到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就定这里为新的复活点。收到，一位宿主设立新复活点。很好，接下来就是弄死李文忠了。虾仙长，地皮您也看过了，是不是该回去治疗家父？急什么？说好了明天去就明天去，你要是着急的话，先回去。谁让你跟着我？李景龙砸吧，最终还是忍下这口气。不再说话。随后，一行人来到师大庄院子外，里边却是灯火通明，一大群人围着篝火喝酒吃肉，有说有笑。卖身契签了，银子也领了，酒肉也吃过。等少爷一来，今后咱们就是少爷的人。大总哥放心，我们不是吃饱不认账的混烟。况且少东家的为人，我们也知道一些，虽然有些不自定，但不是什么坏人，能跟着他好生活。不赖，是啊，要不是这次少爷收我为奴，有了前情郎中，家中老母可就病死在床上了。对我来说，少东家就是救命恩人，懂得知恩图报就好。好了，吃饱后各自回家，明天一早在此集合，等候少爷驾临。不用等明天了，少爷。少东家，所有人几乎同时跪在地上，很恭敬。虾人没让他们起来，第一次见面，上下尊卑还是要确立的。卖身契都签好了。施大壮赶紧起身，从怀里掏出一叠卖身契，还有10多两银子。剩下的银子你拿去买几身衣服给他们换上，收拾干净，别到时候丢我的脸。是，少爷。银子你们拿了，今后就是我虾人的人，好好跟着我做事，今后有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可要是让我发现哪个作奸犯科，手脚不干净，可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不敢，小的们一定尽心做事。好了，起来吧，给你们1个晚上时间跟家人告别，今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回家。是，少爷。明天你带他们去5里外原属于曹国公府的那块地去当监工，多请些专业的泥瓦匠，顺着那片林子外围，1天时间内给我将整片林子围起来，墙高至少1丈。围林子？可是少爷，那片林子可不小，少说也有10来亩地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哥，钱的事不用担心，按少爷说的去做便是。哦，知道了。少爷放心，1天内绝对将围墙建好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后天我来验收围墙。走了。是回京城吗？是，走吧。这小子果然如咱所料，又要搞事情。他是说明天治疗曹国公。是的，陛下。还好，咱倒要看看，咱不出手的情况下，他要怎么治疗。明天你给咱看住李景龙，千万不要让他杀了虾人。又是1天过去，虾人是在一处属于曹国公的庄园里醒来的。庄园就在京城外不远，一大早李景龙就在门外等候。夏县长，陛下交代要搜身，并检查随身物品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来啊，搜！我操你妈！毛香你敢，有种杀了我！说着，虾人直掏出复合弩，对着毛香就是一箭，精准命中毛香拉来的挡箭牌，一个锦衣卫小弟。快拿下他！复合弩是连弩，可以连发3箭，只可惜锦衣卫太多，另外2箭都没射中，虾人就被制服了。李景龙瞪大了眼睛，震惊地看着这一幕。锦衣卫面前动用弩箭，他怎么敢？放开我家少爷！放开我家少爷！你给我记着，有你好看的时候。夏县长，在下只是奉旨行事，您就别为难我了。还不快松开！夏县长，朱元璋，你个老婢，等给老子滚出来！这妈，这是县长还是活爹？我到底挺了个啥？还治病呢？不掉脑袋就不错了。哟，来了！看来你是摸清我的套路了，咋地？不想李文忠被治好？你个阴险的暴君，果然还是忌惮自己的外甥昏君！你放屁！咱要是忌惮自己外甥，早就让他死得无声无息，还会留他到现在。李景龙哪见过这种场面，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说不出一句话。是啊，所以李文忠年纪轻轻就病入膏肓，谁知道是不是你这个当舅舅的暗中下毒？暗中下毒，所有人都被这4个字给吓懵了。哇呀呀，气死咱了！给咱拿下，拿下！不许你们动我家少爷！放心，这老壁灯不敢乱来，你先下去，没事的。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，虾人一把将陈小兰推到一边，自己束手就擒，被压到朱元璋跟前，然后趁其不备，一口浓痰喷了过去，正中朱元璋面门。老壁灯，昏君暴君，你干嘛不去死？李景龙、陈小兰，包括在场所有人都骂了，当面冲皇帝吐痰，是这个世界太疯狂，还是梦幻照进现实？朱元璋也不去清理脸上的浓痰，闭着眼睛在那调整呼吸。冷静，冷静，朱元璋，千万不能着了这小子的道。啐又是一口，只可惜浓痰没了，只是干净的口水。这下朱元璋彻底绷不住了，哇呀呀的冲上前，对着虾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被皇帝殴打，奖励100软妹币；被皇帝殴打，奖励100软妹币；被皇帝殴打，
奖励100软妹币。好，打得好，朱元璋，你为了让自己的外甥早点死，公然殴打神医，人神共愤。李景龙，你枉为人子，看着能治好你爹病的神医被人殴打，竟然在那看着，天理难容。毛香，你身为臣子，见皇帝犯错却不上前劝解，实乃不忠不义。还有你们助纣为虐，不得好死，连吃饭吗？打人都不会，你是怎么当上开国君主的废物？还敢嘴硬，那就继续打，继续打，有种你打死我，你个老屁灯！哇呀呀，给咱堵住他的嘴，快堵！最后多说一句，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终于，朱元璋打累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粗气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公爷翻白眼了。舅老爷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爹吧。九江，你也觉得你爹的病是咱下的手？李景龙哪敢回答，只能不断磕头。罢了，带他进去吧。朱元璋，你个老不死，老子绝不放过你！少爷，别说了，咱们别说了，行吗？别怕小兰，这老壁灯也就这点能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虾仙长，先救我爹，先救我爹！你给我等着！咱这是造的什么孽啊！妈的，朱元璋真下死手啊！这个丑老子一定要报！李景龙走在前边，身体明显一颤，可他不敢回头，只能低着头继续带路，心里却想着，要是这活爹治不好亲爹，自己又得罪了陛下，结局可想而知。让所有人都出去，马上！虾仁一声令下，李景龙赶紧驱赶无关人等。就在这时，朱元璋带着毛香也走进房间，看着虾仁虚弱的坐在那捂着胸口，一时间朱元璋还真有些后悔自己没控制住脾气。明明知道对方是有意激怒自己，可为什么自己就是忍不住呢？下次一定注意，绝对不能再着了这小子的道。我说了，所有无关人等都滚出去！李景龙，你还想救你爹吗？可是陛下他，你不需要咱帮忙。有你的，这次就不先跟你计较，咱们来日方长。谁怕谁，咱等着。没过多久，房间内就只剩6人。李景龙紧张地搓着手，朱元璋提着刀，毛香时刻戒备，李文忠气若游丝。小兰，你相信我吗？奴婢不信，你还能信谁？那你愿意为我去死吗？少爷的话就是奴婢的天命，奴婢愿为少爷而死。靠过来！不好！朱元璋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可他还是反应晚了。就听咔嚓一声，陈小兰带着些疑惑和释然，被他的天命少爷扭断脖子，身体一软，缓缓闭上眼睛。李景龙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直接麻了。疯了，他疯了，他疯了！动手吧，后事咱会替你办好的。这还像是个帝王，继续保持这份气度，你还是很有前途的。说完，虾仁缓缓走向床榻上的李文忠。李景龙预感到什么，想要上前阻止，可却被毛香死死抱住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来人，来人，救命！李景龙被毛香捂着嘴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老爹被一把扭断脖子。不好意思了，李景龙，我先死为敬，回见。李景龙还在那发愣，却听啪的一声，朱元璋一刀斩下，人头落地。所谓虾仙长的头颅就这样咕噜噜滚落到他脚下。李景龙彻底失禁了，全身瘫软的跌坐在地上。他的天堂！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陛下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让我爹死？外人可以误会咱朱元璋，你身为咱的外甥孙，难道也跟外人一样看咱？可是我爹……李景龙终于绷不住，放声大哭，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，最后干脆嗷了一声，晕了过去。果然还是掉脑袋死得最快，身上的伤也恢复了，爽！恭喜宿主完成第3次死于朱元璋之手，奖励1亿软妹币，请继续努力。倒计时1分钟开始。系统，先给我来1个小时，不够再加。60分钟已到账，扣除宿主余额60万，真便宜啊！现在看来1分钟1万，简直不要太划算。不行，得先准备迎接李文忠。这是哪？少爷，你不是杀了奴婢了吗？难道刚刚是在做梦？先起来，等会儿跟你解释。你只需记住一句话，少爷我可舍不得杀你。奴婢知道，即便少爷真要杀奴婢，奴婢也是开心的。虾仁被感动的不要不要的，上前抱抱陈小兰，然后赶紧跑进厨房找绳子，还有擀面杖。少爷快来看，这里又出现一个人，好像是曹国公。闻声，虾仁提着擀面杖就冲出厨房，一招大鹏展翅，扑向还处在懵逼状态的李文忠，就是一记猛棍。你是何人？别愣着，赶紧帮忙捆上！哦，在两人合力下，花了5分钟时间，终于将李文忠结结实实捆在床上。少爷，足够结实了。这样总不能挣脱了吧？或许是因为勒得太紧，李文忠缓缓苏醒，懵逼地看着四周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咱可是曹国公，绑架朝廷国公乃是死。喊啊，继续喊啊，喊破喉咙都没人来救你。我勒个去，谁呀？是我，房东黄大姐。姐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弟弟，该交房租了，发你微信也不回，姐姐我只能亲自上门了。虾仁赶紧寻找身上的手机，掏出一看，妈的，刚刚被朱元璋殴打时竟然打碎屏了。囊中羞涩，要不弟弟就退一步，别再坚持所谓男人的尊严，该面对现实了。虾仁正着急呢，里边却传出李文忠的呜呜声。你房间里藏人了？不是说了只允许住1人吗？让开，我要进去检查。哪来的悍妇，竟敢私闯民宅？好啊，果然住了2个人，加钱，必须得加钱。虾仁还在低头操作手机，屏幕虽然碎了，但还能操作。终于一通操作后，完成输入密码后，微信直接给房东赚了1万。过去了，直接给你转了1万，足够半年房租了。虾仁赶紧关上门，
对着床上的李文忠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让你乱出声，害老子多花了好几千揍死你丫的！快别打了，少爷，他可是曹国公啊！哼，打的就是曹国公，让他认清自己的地位。走，咱们去看房。看房，少爷，这到底是哪里？你刚刚不是杀了奴婢了吗？路上跟你解释。出了小区后，打车去往最近的长城 4S 店。陈小兰趴在车窗上，惊奇地看着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，激动的大呼小叫。少爷，你看，那里有会飞的怪东西，那是无人机；那里还有会喷水的车子，那是洒水车；那个是什么？好可爱呀！那是蜜雪冰城。没过多久，车子抵达一家长城 4S 店。虾仁看了看倒计时，还剩38分钟。系统再来1个小时，60分钟已到账，扣除宿主余额60万。10分钟后，虾仁驾驶着全新纯电长城炮皮卡冲出 4S 店，还没上牌照的那种。但虾仁不在乎，有 4S 店提供的临时牌照就够用了，总不能大明还有交警查车吧？少爷，咱们接下来要去哪？不回大明了吗？不是说去看房吗？咱们现在就去中介。先生是要租房还是买房，或者是要卖房？我要买房，最好是地点偏僻的农村自建别墅，有房源吗？先生请看，这是一套位于市郊的自建别墅，带地下室和前后花园，2层半结构，房屋占地面积540平。一通介绍后，虾仁看中了一套建在半山腰密林中的别墅，因为远离市区，山上不通电不通水，所以引用山泉水自建了一个水塔，还安装有太阳能发电设备和一台备用柴油发电机。就这套了，多少钱？先生好眼光，这套面积最大，而且环境清新，空气也好，除了距离市区比较远外，是所有房源中最好的。而且房主做生意赔本，急着出售，价格也不贵，只需要388万。你要是确实想要的话，我还能帮你压价。不必了，如果你能在1个小时内过户到我名下，我给你400万。先生确定不是在说笑？注意重点，我要在1个小时内过户到我名下。这个没问题，我们公司在不动产中心有人，可以做到1个小时内过户。请问先生，您是要全款还是分期？我都主动加价了，你说呢？行，全款就全款，麻烦先生出示一下身份证，我立马拟合同，通知房主过来签字，还请先生再稍坐一会儿。随后就是跟房主签合同，双方一起去往不动产中心过户。有中介的关系，双方很快完成交割。虾仁也顺利拿到别墅的钥匙和房本，整个过程不到50分钟，倒计时还剩下28分钟。回到车上后，虾仁立马又加了1个小时，然后开车去雅迪专卖店买了3台小电驴，装到皮卡车后头，这才去往郊区已经属于自己的别墅。终于，车子抵达别墅大门，这是一座中式风格的庭院，占地面积足有10亩之多。哇，这座宅子好漂亮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？尸体怎么还没消失？话音刚落，3具尸体就这么在几人目光下接二连三消失不见。几人赶紧打量着四周，可一展查时间都过去了，竟然还是没人复活。完了，不会真被一去不复返了吧？朱元璋颤抖着声音在饭馆里惊恐的四处寻找。与此同时，虾仁3人带着别墅连根拔起，终于降临在那片密林，就这么凭空出现。这啥情况？怎么突然出现一座宅院？就在这时，虾仁带着陈小兰走出别墅大门。少爷，小兰，很好，你们几个立刻顺着那条路开辟一个斜坡出来，记住不要让外边的泥瓦匠参与，更不能让他们看到里边的情形。施大壮即便再多疑惑，也知道现在不是多问的时候，赶紧让10个家丁忙活起来。1个时辰后，一条简易土坡就弄好了。虾仁又交代了施大壮注意保密后，开着皮卡车带上陈小兰和李文忠，在施大壮惊奇的目光下扬长而去。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！原来我们少爷是天神下凡，天神下凡啊！当少爷说了，不能让外人知道这里的秘密，我不希望你们当众。大壮哥放心，我们不是傻子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对，少爷是天神，对我们只有好处，除非我们疯了，不然绝不可能将秘密说出。很好，现在咱们就去配合外边的泥瓦匠，免得人多嘴杂被发现。至于剩下一点收尾工作，咱们自己来。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电车3电系统都有原厂质保，电池还有100天衰减保障。瓜子最近上架了几千台便宜的个人直卖车，买到就是赚到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我看行，就剩下围墙大门那一段，我们自己来就行。众人商量间，不自觉地形成一股凝聚力，心中都升起这辈子坚定追随虾仁的信念。这，世上竟有没有马匹牵动就能自行的车子？刚刚里边好像有什么动静，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都给老子站住！你们的工期结束了，排好队，在我这里工钱。来了，陛下，夏县长他们回来了。哪呢？在哪呢？咱怎么没看到？刚刚城门来报，说一辆和陛下一样的铁皮车子进城了，肯定是夏县长他们。话音刚落，门外就传来皮卡车的喇叭声，嘟嘟。朱元璋赶紧跑出去，却见一辆全新的铁皮车子已经停在门口，跟他那辆破车一比，不知高级多少倍。李景龙也赶紧擦干眼泪冲了出来，刚好看见虾仁叼着烟下车，理都不理震惊的众人，开启后车门，扛着扭动的李文忠丢在地上。幸不辱命，曹国公在此。朱元璋依旧盯着长城炮，李景龙则是第一时间扑过去扯开被单，露出里边嘴里塞着臭袜子的老爹。爹，您没事吧？老子要杀了那小子，快松开我，快点！你小子对曹国公做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曹国公对天神不敬，小小教训了一下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，哪来的天神？哟呵，还敢跟天神不敬？看打！我的夏县长啊，咱们能消停会儿不？
求您了。这时候，李文忠终于在李景龙的帮助下挣脱开绳子，刚一恢复行动力，就冲向所谓的天神报仇。住手，宝儿！可是陛下，他无故殴打臣，您不帮臣说话也就算了，为何还要向着他？你自己感受下现在的状态，想好了再说。李文忠一愣，这才发现自己原先油尽灯枯的身体竟然完全好了，甚至还有力气要打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因为他真的是天神？之所以殴打自己是一种治疗手段？爹，您的身体怎么样？现在想清楚了吗？刚才是在下不了解情况，多谢小兄弟出手相救。不用客气，都是自己人。说吧，这次为何没在这里复活？我也没说一定是在这里复活啊。意思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复活。无可奉告。你什么你？有事没事？没事的话还不滚回皇宫处理朝政？还皇帝呢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我都替你脸红。朱元璋闭上眼睛，努力调整呼吸，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咱忍，一定要忍住啊！朱元璋，外面那辆车新买的，咋地？你还想要？这辆可贵，要5万两白银。5万两。咱不要，有原先那辆就行了。除了外面那辆车外，这次又带回哪些好东西？虾仁看着朱元璋，突然意识到对方可能已经知道现代世界的未来属性，那自己要不要坦白呢？坦白个屁！就让朱重发猜去，想知道答案给钱，这就不关你的事了。没事的话，请离开我的店。好的很，希望你能一直这么耿直下去。毛香，走。毛香最后看了虾仁一眼，赶紧跟上。虾仁也跟了出去，却见朱元璋招呼李文忠父子俩一起上车，赶紧挤上前，一把推开想要上车的朱元璋，自己探身进去看了看油箱表，不错，还有半箱油，还能坚持一段时间。你干嘛？这车子咱已经付过钱了。你着什么急？我这不是帮你看看车子有没有坏吗？那情况如何？状态良好，使劲造，没问题的。别乱拍肩膀，咱是皇帝。知道了，万岁万岁万岁嘛！上车，我帮你关车门。你小子这几天最好老实点，5天后皇后大寿，到时候进宫一趟，咱带你认识些人。你这是公然向我索要礼物吗？爱去不去。朱元璋不耐烦地挂上一档，然后油蒙一呼噜熄火。你这车技还得练啊，老朱！要你管！说完，朱元璋赶紧拧动钥匙，一脚油门下去，赶紧逃离这让他极度憋屈的地界。宝儿，说说你死后都发生了什么？多谢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是在一张床上醒来的，刚醒来就被那个虾仁一棍敲晕，然后被绑在床上。还有那个房间很奇怪，看来这小子是不想让你看到一些秘密。不过你和皇后都是在同一间房子里苏醒，也就是说那间房就是虾仁在未来世界的家。未来世界，陛下的意思是虾仁是未来世界的人？朱元璋叹了口气，大概解释了下自己的猜想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被蒙住头，但我听到有客人上门，好像是虾仁的房东来收房租的。哦，还有这事，看来这小子在未来世界混得也不怎么样，还在租房住。陛下，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钱财或者官位拉拢虾仁？他在未来世界混得不好，陛下您就给他权势，给他金钱，给他美女，这一来二去，他总不能再对陛下连恶语相向了吧？是这个道理，不错，这次算你立功了。陛下谬赞，为陛下分忧是臣的本分。很好，但你也别忘了监视虾仁，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实时来报。陛下放心，臣已派出精锐人马，时刻监视虾仁的一举一动。另一边，虾仁和陈小兰一起正在将饭馆内的东西搬上皮卡车，搬运时还不忘向四周叫喊，想让暗中监视他的锦衣卫下来帮忙。可他喊了几嗓子，却始终没人出现。妈的，等老子搞到枪，第一批解决的就是你们狗仔！最后多说一句，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虾仁呢？怎么还不出来迎接？陛下，我家少爷他说他说什么？我家少爷说他没空，让陛下自己进去。好大的胆，让你家少爷立马滚出来！快去！算了，他就这性子，你们慢慢就会习惯的。是啊，能让咱们进去已经是他给面子了，不必太过计较。三大藩王面面相觑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娘这么说也就算了，自家老爹什么时候也这么好说话了？你们见过他之后就明白了。咱先提醒你们，到时候不论他怎样无礼，你们都无需理会，就当他在疯子在放屁。毕竟他是你们母后的救命恩人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儿臣遵旨。上车，咱们直接开车进去。爹，让儿臣试试呗。去，滚一边去！万一被你小子开坏了咋办？赶紧上车。咦，怎么启动不了了？朱元璋拧着钥匙，发动机一直在抖动，可就是抖不着。不会是坏了吧？后边三兄弟对视了一眼，难道真坏了？与此同时，虾仁指挥一众工人挖沟渠，打算迎聚溶河水，修出河套，安置水力发电机发电。对，这里至少要3米深，挖好后要抹灰，必须保证光滑。取水处也要安置滤网，防止枯枝烂叶、小鱼小虾等跑进来。虾仁坐在小电驴上指挥着，见师大撞出去这么久还没动静，就拿出手机，通过蓝牙连接监控，打算看看外边什么情况。少爷，红牛。虾仁接过陈小兰递过来的红牛，点开手机，看到了朱元璋一家子气势汹汹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杀向别墅区，前方是低眉顺目的带路的师大壮。我去，还没见面就这么凶，谁惹他生气了？啊，少爷，你这个手机监控画面怎么这么清晰啊？我的手机信号特别差，监控总打不开。小兰，你换个新的吧，看我最近刚换的新 iPhone 16。少爷，
你又换新手机了？旧的呢？卖了呀，最近刚好发现爱回收手机有大额换新补贴，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iPhone 13叫爱回收免费上门，没想到还当面回收了2000多，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，上市公司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而且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，像平板、笔记本这种数码产品 ，LV 包、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，我推荐爱回收。那我等会也看看。咦，有3个陌生人，是4长蟒袍，他们是亲王。亲王、燕王朱棣，不好，他们要进咱家里，快过去。另一边，施大壮、郑玉带着朱元璋一行人绕过别墅去往后边的水区改造处，可朱元璋却站在斜坡下，抬头看着豪华的别墅。咱要去里边带路。陛下，我家少爷说过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宅院一步。屁话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整个大明都是咱的，一处宅院咱进不得，赶紧带咱去里边参观。别动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朱元璋冷哼一声，带着一家子就要踏上斜坡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悦耳的喇叭声传来，众人看去，却见一辆2轮车正气势汹汹地朝他们冲来，径直朝毛香撞过去。毛香躲避不及，直接被撞了个满怀，四脚朝天，手中的刀也掉了。妈的，敢威胁老子的人，找死！大壮，起来，自己打回来，快点！施大壮哪敢，依旧跪在那瑟瑟发抖。毛香则是不断求饶，却不肯还手。3大藩王总算是开了眼界，愣愣地站在那看着蜷缩在地上，任由虾人殴打的毛香。再看朱元璋，虽然气得要死，可却没有表示，只是在那不断调整呼吸，调整情绪。3人又是对视了一眼，皇家威严已经到了随便一个人就能践踏的地步了。好了，小虾，毛香他也不是有意的，你就高抬贵手放过他吧。马皇后的面子还是要给的。虾人打完收工，看向还在憋气的朱元璋，没意思，又看向3大藩王打量着。哪个是朱棣？站出来，我瞅瞅。燕王朱棣，见过夏先生。你就是朱棣啊，不错，长得不赖，比你爹有前途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比父皇有前途，啥意思啊？朱棣怕怕地看向朱元璋，发现朱元璋也在看他，而且眼神不善。虾人心中嘿嘿一笑，有意思。朱爽和朱刚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，马皇后却是看着虾人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都来认识一下，她就是你们的义妹小兰，还不见过你3位哥哥。小兰见过3位哥哥。咋地？老娘认下的义女，你们不想认？见过小兰妹妹，赶紧带咱去里边参观，咱倒要看看你一个没品没级的平民老百姓有何为治之处。那我要是不欢迎呢？小虾，我有点口渴了，能在你家里讨杯水喝吗？马皇后说软话，虾人还真不好拒绝，对着朱元璋哼了一声，这才跟陈小兰一左一右扶着马皇后走上斜坡。朱元璋那叫一个气啊！堂堂大明皇帝想去别人家拜访，哪个不是求之不得？现在竟然被人拒之门外，说出去谁信？爹，咱们要跟进去吗？干嘛不跟？咱倒要看看这座宅子有何不同之处。说着，父子4个就要迈步走向斜坡，可朱雄英还在那抚摸着小电驴。大孙，走啊！话音刚落，朱雄英拧到店门，连人带车直接飞了出去。哎呀，咱的大孙啊！别墅客厅内，陈小兰刚给马皇后倒上一杯冰红茶，却见朱元璋牵着手掌和脸擦伤的朱雄英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虾人，你小子给老子出来！鬼叫什么？来别人家做客不知道礼数吗？空手来也就算了，还咋咋呼呼，哪有个皇帝的样？你瞅瞅人朱棣，稳重又不失威严，我觉得他比你更有皇帝样。我的个亲娘啊！皇天，你别说了行不？会出人命的。朱元璋被气得不行，指着虾人，愣是憋不出一句话。咱的大孙啊，皇祖母就一个转身，你咋就成这样了？皇祖母，孙儿疼。好，小虾，小虾，快去拿药。小兰，拿紫药水和创可贴，我教过你的。知道了。随后，朱雄英手掌和小臂上贴上了创可贴，又在一盒优酸乳下转哭为笑。马皇后这才放下心，牵着朱雄英，在陈小兰的带领下去往后院，将空间和时间都留给男人们。坐吧，来者是客。朱元璋哼了一声，新奇抚摸着沙发皮质表面。朱元璋心里疑惑，看着周围没见过的家具和电器，这些难道都是未来世界带过来的？整座宅院都是未来世界带过来的，可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真有法术？虾人拿出一包华子，自己弹出一根，然后将烟和打火机丢在茶几上，自便。中华有点意思，这玩意儿多少钱一包？咱要100包。仨兄弟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老爹，谁成想人家点上后，竟然直接揣进兜里。看什么看？想抽自己花钱买，真的是。你不是在饭馆里搜走我一整条烟吗？这才几天，抽完了。咱抽的倒是不多，太子抽的才凶，1天1包半。不过这烟确实是好东西，提神醒脑，夜里处理朝政事困了，咱跟太子点上一支，立马精神。以子为相，毁太子，朱元璋也。啥意思？你说太子会？啥意思？你说太子会？你小子来自未来，后世史书一定有记载洪武年之后的事情，说咱死后太子当了几年皇帝，大明国祚又是几何？还能什么意思？就字面意思，听不懂吗？你的意思是太子是累死的？不对，你只说太子，难道他没当上皇帝就先死了？你看好老四，难道最终当上皇帝的是他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走，咱们去后院打羽毛球。站住！不说清楚，谁都不许离开！哗啦啦，毛香带着一群锦衣卫冲了进来，把住所有出入口刀都拔了出来，明显不是说笑。来，杀了我，你就会青史留名。激活任务，改变太子朱标命运。
奖励1亿软妹币。系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改变朱标命运，朱元璋就更不会杀我了。任务只是任务，并非一定要完成，完成前会一直存在，完成任务结算奖励。原来如此，那要改变朱标的命运吗？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，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，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，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，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，错过就亏大了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。回头看向朱元璋，却见朱元璋挥手让毛香退下。咱能好好说话吗？咱们等会儿再去。你爹这脾气一会儿一个样，不过他年纪大了，中老年更年期，咱们该多理解。朱棣绷不住了，好赖话都让你说了，关键我也没说要跟你一起出去打那什么羽毛球啊。父皇，儿臣，你住口，滚一边去！小夏，咱能好好说话吗？你就告诉咱后事都发生了些什么，咱的彪到底怎么了？见朱元璋这副模样，虾仁也在琢磨着，如果让朱标顺利接班，历史会朝哪个方向演变？会比朱棣的永乐朝做得好吗？可细细一想，朱标的才能绝对不在朱棣之下，甚至有过之。而且朱标上位，靖难之役就不会出现，中原也不会出现那4年战乱。朱元璋老父亲殷切的目光让他想到自己的老爹，算了，能帮就帮一点吧。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以子为相，给太子的压力太大，最终导致太子英年早逝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听到虾仁道出历史，朱元璋萎靡了，整个人都陷在沙发里，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，瞬间老了许多。三兄弟却是全身毛孔竖起，大哥会英年早逝。既然咱已经知道太子是死于疲累，那咱断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。多谢诸事相告，算咱朱元璋又欠你一个人情。也没见你对我有多客气，欠人情有个屁用！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你再说说，历史上太子死后谁当上太子？老四吗？父皇，儿臣完全没有这份心思，您是知道的，儿臣只想领兵作战，成为大哥手下的征北大将军，还望父皇明察。你紧张什么？咱有说什么吗？是，父皇英明。起来吧，老实坐在那，别一惊一乍的，老实打断咱与虾仁的对话。看我作甚？太子死后，你主意谁？你自己心里不是最清楚吗？说的也是，万一太子真的英年早逝，咱大概率会让雄鹰上位太孙。不对，如果没有你的出现，雄鹰很可能撑不过这次天花，对不对？算你聪明。史书记载，朱雄鹰死于洪武15年，皇后娘娘也死于这一年。司父子4人都是倒吸了口凉气，三兄弟更是立马上前，对着虾仁深深鞠了一躬。救母之恩无以为报，大恩大德，我等定将铭记于心。什么大恩大德的废话就不必说了，真要感谢我，你们就送我点古董字画啥的，实在没有黄金白银也行啊。咋地？不会真的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吧？他们也没啥钱，还要养一大家子，你就别为难他们了。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一个个嘴上说的好听，最后连屁都不放一个，晦气。如果太子和咱大孙都不在了，那咱该立谁为储君？你自己觉得呢？这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。咱实在想不出来该立谁，你就直接说答案吧。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，反正你现在知道太子的死因，今后肯定不会出现太子英年早逝的情况，何必纠结于此呢？走吧，我带你们逛逛。别啊，你不说出来，今晚咱肯定睡不着，你就说说呗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最后是燕王当上了皇帝，将大明带到一个全新的高度，史称永乐盛世。至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，你自己回去好好假设预演一下，应该能猜出个大概。老四最终当上皇帝，还将大明带到一个全新的高度。永乐盛世。爹，我委屈，我真没想当皇帝。你的才能咱是知道的，或许将来你会是个好皇帝，一个超过咱的皇帝。但是虾仁的出现改变了你大哥的命运，太子是国之储君，是咱钦点的大明绝对继承人，谁都无法取代。你这条龙，即便有再大能耐，也得给咱盘着，在北京好好替你大哥守好国门，否则……爹您放心，儿子永远是大哥的征北将军，不仅要为大哥守好北京大门，将来还会为大明开疆拓土，为大明创下不世之基。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，买二手新能源就上瓜子，瓜子最近上了几千台新能源源头车，全是从个人和批发商这些源头来的，同样车况轻松省下万把块，错过就亏大了。瓜子二手新能源源头职工更省钱。好，记住你说的话，不然咱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儿子谨记，你们2个在封地干的那些龌龊事，别以为咱不知道。今天开始，要是再让咱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，都给老子滚去皇陵，守灵到死。儿臣不敢，再也不敢了。小夏，打住，别给我整这死出，好好说话。咱想知道咱是什么时候死的，这个应该能说吧？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洪武31年。洪武31年，也就是说咱还有16年好活，也还行，算高寿了。小夏，也带咱死一次呗。三兄弟一愣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是自己太紧张，出现幻听了吗？咋地？你还想长生不死？可以吗？别拿你那死鱼眼这么看人，很恶心啊！那咱就当你答应了。这事得好好计划一下。那啥，咱们什么时候一起死？带你一起死也不是不可以，可我一刀捅死你，谁负责砍我脑袋？难道要咱俩相互捅刀子？不可以吗？话说你为何非要让咱动手？
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你先说说，打算给我多少好处？首先，钱咱是没有的，你别急，咱可以给你官位，甚至爵位，如何？妈的，还跟我玩上空手套白狼了！你个老不死，就等着洪武31年嗝屁吧！别走啊，咱们再商量，一切都好商量。咱们死一起吧，小夏。看着自己老爹追逐虾仁的背影，三兄弟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。说虾仁治好母后，会不会也是先杀了，再从那什么未来世界复活带回来？估计就是这样了。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未来世界走一走？反正都能复活，见见世面也不错。你疯了？万一没法复活，那不是白死了？是啊，咱们还年轻，没病没灾的，还是不要冒这个险，不稳妥，相当不稳妥。也对，可我还是想去见识未来世界。我看你是想去后世查找史书，看看自己的丰功伟绩吧。永乐皇帝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三哥，你血口喷人。另一边，朱元璋追逐着虾仁来到后院。小夏，咱们再商量一下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能办到的，咱一定替你办到。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让你远征倭国，现在就下旨，能办到吗？你这不是信口胡言吗？倭国与大明隔着茫茫大海，莽原忽必烈时期的强大国力都没能拿下，大明才刚开国10几年，哪有国力远征倭国？过几年，咱一定拿下倭国，如何？可以啊，那就过几年再杀你。别啊，你就带我去未来世界看一眼呗。换个条件，你换个条件，咱给你土地，原先属于你夏家的土地都还给你，再加上这附近所有土地也都给你，这样可好？不够。朱元璋脸上一喜，不够，那就是还有点商量。那你要多少土地？给个数。我要工部负责研究火牛的工匠。研究火牛的工匠为何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就问你答不答应吧。给你，还有吗？撤去监视我的锦衣卫，要是让我再发现有人监视我，你懂的。行，都答应你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你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有。解锁第1次工业革命任务，帮助大明完成工业革命，奖励100亿软妹币，可按完成进度分批提取奖励。我去，还来？哪来那么多任务？不是作死系统吗？系统，我觉得你是有意引导我改变历史，说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了，就是让宿主改变历史，改变大明。这么耿直吗？就是这么耿直。老子只是好奇大明火牛是不是蒸汽机，你直接整一个工业革命任务。那我要是好奇大明炼丹技术，你是不是再整一个修仙任务？也罢，反正都这样了，干就完了。朱元璋见他愣在那，还以为他在想另外的条件。咋样？想清楚了没？那啥，我要当工部尚书。啥？不行不行，这个绝对不行！一部尚书事关朝廷大政方针，可不是给你玩的。虾仁扭头就走。正面说不服虾仁，那就侧面迂回。反正工部尚书不能给，侍郎也不能给，顶多给个工部郎中之职。虾仁，咱肚子饿，赶紧安排伙食。饿就先回宫北，我又没说要留你吃饭，真的是。还是小兰有心，不像那小子一点都不懂得尊老爱幼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有说有笑，有打有闹，就你一个人当真了。你说的轻巧，换成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皇帝，早宰了这小子了。我看未必，如果历史上其他皇帝知道他有死而复生的能力，可比你宝贝，哪像你动不动就生气，一点没有人君气度。妹子，你怎么向着他说话？陛下，其实少爷还是很尊敬您的。昨天他还跟我说，要是没有陛下建立的大明，华夏在崖山之战后就会断绝传承。陛下于乱世中重立我汉人王朝，重塑汉人尊严，延续汉家衣冠和文化，实乃千古一帝。千古一帝，他真的这么说过？小兰不敢欺君。也罢，算咱小家子气了。可这小子真的太气人了。小兰，你是皇后义女，也就是咱的义女，咱必须得给你个公主的名分。这样，咱等会回宫后就下旨，封你为巨荣公主，如何？不敢，小兰只是一介草民，能得陛下和娘娘喜爱已是天幸。不敢奢求公主之名。不要害怕，这是陛下对你家少爷的看重，并不只是因为你义女的身份。我这么说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小兰必须请示过少爷才行。朱元璋和马皇后都是点点头。这个义女懂分寸，知进退，且忠心耿耿，是个顶好的女子。也不知道虾仁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能遇到这等好女子，太便宜他了。人家那是患难见真情，小虾更是对小兰不离不弃，以真心换真心，只对小兰一人好，哪像某些人一把年纪了，过个几年就安排一次选妃，不知羞耻。是，今后咱不选妃了，专心对妹子一个人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实在没想到虾仁对咱的评价会这么高，千古一帝，咱有这么了不起吗？所以说嘛，小虾是面冷心善，顶多是脾气臭点，对你这个皇帝，对咱们一家子，对大明都没有坏心思。你啊，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脾气，人家小虾明明是故意气你，你还当真了。咱承认，确实着了这小子的道，总是控制不住发脾气。可他那张嘴也太厉害了，换做你肯定也生气。
说的也是，他那张嘴是真厉害，还捏住你的命门，又不怕死。九族更是一个不剩，最后的软肋小兰也安置妥当，可以说没有任何弱点。关键有些事你还得求着他。仔细一想，我都替你这个皇帝觉得憋屈。可不是嘛，咱是真憋屈啊，还是妹子理解咱？说着说着，朱元璋是将刚刚虾仁爆料的历史说与马皇后。你说什么？幺儿他会英年早逝？朱元璋赶紧安抚。与此同时，陈小兰也将朱元璋要封她公主的事告知了虾仁。少爷，我听你的，你让我当这公主，我就当；不让我就不当。他这是借你讨好我也罢，既然他这么大方，咱带他去未来世界转转也不是不可以。可是少爷，这样做不会影响到你吗？没事，我的公主殿下。哎呀，我才不稀罕什么公主不公主，小兰只想待在少爷身边。那感情好，算算时间，你亲戚应该走了吧？今晚知道该怎么做吗？知道。瓜子二手新能源，源头直供更省钱。你已进入监控区域，你已进入监控区域，你已进入监控区域。竟然还会说话，这也太神奇了。监控区域是什么意思？成吧，咱们进屋吧。咱们去正堂。也不知道那三个臭小子在干嘛。那三个臭小子呢？三位殿下在地下室打台球，小兰这就领陛下娘娘过去。还有地下室，赶紧带咱去。这边请。陈小兰带着两人来到电梯口，叮，电梯门打开，两人又是对视了一眼，小心的跟着陈小兰走了进去。紧接着就是一阵轻微的晃动，两人就感觉身体一轻，还没细细感悟，又是叮的一声，门又打开了。然后他们又被震惊了，这门一关一开，竟然就换了个地方。二位自便，小兰还要帮少爷一起做饭。除了那边发电机房和电房不能进，其他房间二位都可以随意参观。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陈小兰乘坐电梯离开了，可朱元璋的好奇心却被提了上来，越是不让他进，他就越想进。电房是吗？咱倒要看看里边藏着什么秘密。成吧，小兰都说了那间不让进，咱们作为客人要懂得客随主便。咱是皇帝，在大明的地盘，想去哪就去哪。唉，那你小心点，我去找雄鹰了。这是什么机器？火牛吗？怪不得那小子想要研究火牛的工匠，这应该就是未来世界的火牛。那小子应该是想在大明研究出类似这台机器的火牛。这几个铁桶装的又是啥？货架上这些金属物件又是什么东西？算了，等会儿问问那小子便是，万一给弄坏也挺尴尬的。未来世界，咱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退出电房，朱元璋很有礼貌地把灯关了，回头就看见自家大孙骑着一辆小小的两人车，双脚蹬着地面，嗖的一声从自己身边一闪而过。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？成吧，快过来这边看看。朱元璋循声走去，却见自家妹子在一间面积很大很空旷的房间里，里边停着两辆刚刚虾人骑过的那种两轮车，上边有一根线连着，还有个盒子在发着绿色的小光点，墙角还有一种比大孙刚刚骑的大1号的两轮车，有5辆。成吧，我想要一辆这种车。马皇后指着正在充电的小电摩，买，等会儿就跟虾人买一个，不，2个都买下，剩一个他自己用，就算咱给他面子了。就在这时，朱雄鹰再次从二人身后一闪而过，这孩子都快玩疯了。走，咱们上去找虾人，有太多的疑惑需要他解答。老四，干嘛去？爹，里边有新发现。什么新发现？父子俩进去看到巨大的显示屏，再次被震惊了。原来外边那个会说话的盒子，竟然是一种类似眼睛的装置，这也太神奇了！这么多画面，到底装了多少这种会说话的眼睛？爹，重点是外边已经天黑，可这些眼睛竟然还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要是装一套在皇宫，您就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刺客毛贼了。爹，快看，这些画面好像还会旋转。朱元璋凑上前一看，仅仅只是一只蝙蝠飞过，那眼睛竟然也随着转动。也就是说，人和动物在这种眼睛下将无所遁形。快看，虾仁和小兰也在画面里，好像是在做饭。朱元璋的关注点却不在这些细节上，他关注的是整个显示器和眼睛是怎么连接的，又跟刚刚那间电房有什么关系？别看了，再怎么看咱们也理解不了。走，找虾人去。咋样，老朱，我这房子不错吧？咱们必须好好聊聊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问吧。一时间，朱元璋也不知道从何问起，盯着虾人久久没能蹦出一句话。是电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电力连接。电，天上的闪电吗？差不多吧，但我这电是通过太阳和流水发电，性格比较温柔，不像天上的闪电那般暴虐。太阳、水流、发电，那地下室那台精密的机器是什么？那也是发电的，用柴油发电。你的皮卡车也要用到那种柴油。车子突然无法启动，是因为没油了？是的，所以你得花钱跟我买油。合着你就盯着咱一个人薅羊毛，好得很。那个会说话的眼睛又是怎么回事？监控摄像头啊，未来世界到处都是，用来监视不法之徒或者开车超速的。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太复杂了。咱不管，给皇宫里也安装一套。我不会，也没材料。那你就去买，去学啊。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术业有专攻，一门专业知识不是说学就能学会的。我让你去织布，你会吗？让你去造船，你学得会吗？那你会什么？
我会赚钱吃回扣啊！能不能好好说话？都坐下来，先吃饭。朱元璋也暂时将各种疑惑抛之脑后。除了马皇后外，一家3代男丁开始了风卷残云。马皇后坐在朱雄英身边，自己没吃几口，光顾着给朱雄英这个小个子夹菜了。娘娘，你也吃啊？还叫娘娘，叫母后，或者直接叫娘。饭桌上所有人都是一顿，别看这小小的称呼，这里边学问可大了。叫母后就已经很愚智了，更别说这一声娘。真要这么叫，那就是承认陈小兰的皇族地位，是要入族谱的。陈小兰有些惊慌失措，六神无主。我说丈母娘啊，别光顾着给小屁孩夹菜啊，他有手有脚的，让他自己来。你小子这就喊上丈母娘了，喊声老丈人听听。老壁灯，你不配！哎呦我去，找打！来，早看你不爽了，出来咱们练练。